Hello， 兄弟们 ，Hello， 祈祷了，兄弟们啊！你要看惯了，你想早点睡吧啊！祈祷了，好吧？车赢，帕莫赢啊！祈祷了。现在他妈还有反向毒奶这一说吗？我现在已经修成正果了啊！彻底变成这种叫做毒奶体质了啊！已经这个修成正果了，是这个意思啊！Hello， 李秦总 ，Hello， 兄弟们 ，Hello， 啊，已经彻底修成正果了啊！帕尔默牛逼，好吧？啊，帕尔默牛逼。今晚必胜，我打土豪。今天晚上巴黎圣日耳曼跟巴萨这场比赛还是非常精彩的。有一说一，欧冠这几场球都蛮好看的啊。今天晚上我也会陪大家一起看球啊。今天你看啊，这官方还找我了，这边官方啊，你看，不在这儿啊，他给我找我说是问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开播啊，说他们想要生活区，说是需要想让我帮忙开播。我说今天晚上会开的呀，啊，所以证明这场比赛啊，普遍意义上还是比较关注的。欧冠有啊，但是没有欧冠有，但是没有这个没有画面啊，因为画面这个是被他垄断啊，不是垄断，瞎讲啊，就被人家买了啊，被这叫做新爱体育买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肯定不能盗播呀，那不道德的啊，我们现在只跟小姑有合作。对吧？跟小 B、小姑有画面啊，就是他们有版权的比赛有画面啊。这个欧冠呢，都现代体育的版权，我没有办法这发画面的。晚上播巴黎跟巴萨啊，动态的首页，动态的置顶啊。我们在群里啊，粉丝群里也会每一周更新一次的日程表，里边含有我这一周需要解说的比赛。啊，或者会解说的比赛啊，你们可以提前关注啊。一般情况热点比赛我都会在啊，这个包括下一场西班牙德比啊，包括这个后边这个足总杯2场足总杯啊，欧冠2场比赛啊都会在啊。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明天我会看湖人跟那个谁的复活赛啊。看完之后我会出 NBA 特辑的第一期啊，希望我詹能够往前走一步啊。我先摆明立场，我是威少粉丝啊，但是我也不算勒布朗的黑子。NBA 里边我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的人。彦祖黑车第一人如何评价车子北伐大业超过你摩？如果切尔西下场赢阿森纳，那确实是超过曼联了。如果切尔西今年能赢阿森纳的话，包括足总杯能赢曼城的话，那你说是一鼓作气冲进前6啊，冲进前5，都有很大的机会啊，都有很大机会。加油吧啊，切尔西啊，加油吧啊！都说我是车黑，但是其实我对切尔西球迷还是包括对这个球队还是蛮好感的。啊，我希望你们能够复苏啊！我也一直讲切尔西复苏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如果说能在今年就复苏啊，最起码能让英超更精彩一些。加油啊！点赞兄弟们，点赞，一人51个赞啊！REECE 某人评价帕尔默这笔交易神经病，你咋看？那证明他是说错了呗，对吧？最起码目前来看啊，以他昨天这个表现，对吧？那你说帕尔默交易神经病，那他就是神经病。是吧？那只能这么讲嘞。但这个人呢，评价任何事情都会有两面性，有对就有错。你要是怕错呢，你就不敢说。那有什么不敢说的？你就比如说，我说乌兹在我心中是英雄联盟总冠军，这个话就代表我个人立场，可能我说错了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在打 S8，对吧？乌兹没跟G2打之前，我心中乌兹已经打了费克3-0，对吧？那预测错了吗？吃回旋镖吃呗，那有什么呀？那证明他今天昨天表现确实好啊。昨天我们刚喷完他。这个对线刚对完线，回旋镖砸我头上了。晚上看比赛我都乐坏了。看比赛，他进一个球我就乐一次，进2个球我就乐2次。我想这个比赛没解说，真可惜的啊！最后哥几个还因为一个点球干起来了啊，哥几个啊。所以讲呢，这个足球呢，有些时候这个也是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啊，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回旋镖吃满，对吧？被砸满也很正常。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啊，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米萨亚啊，哎，你这个名字啊，你知道老让我想起来一个叫做一个大鼻子，
啊，你以前看不看英雄联盟？还是小蝴蝶？啊，你以前就是你是不是英雄联盟老玩家？啊，你这老是让我想起那大鼻子，这个下窗车要不要补个老油子中场？哦，你也喜欢老 WE 啊？我去，那我们这属于是这个成分很像啊！我就老60亿啊！我最初的时候看英雄联盟，玩英雄联盟都是因为老 WE 入坑的啊，什么高学成、草莓、卷毛、厂长，还有若风，请叫我中午杀神，是吧？啊，丢奶瓶。但是呢，你后期看直播反而看老 IG 多一些。下窗车要不要补个老油的中场，带一带2亿？肯定好啊！但是其实中场还行吧，我觉得切尔西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这个中锋的问题上。那么中锋问题解决了，切尔西没什么毛病了，已经啊。切尔西这个球队，我觉得中锋或者进球也不是中锋吧，进球问题解决了，能有一个就是顶级大核心吧。举个例子，有一个里奥梅西是吧？这个基连姆巴佩是吧？啊，萨卡这个也这种都行啊，包括这个类似于哈兰德对吧？类似于这个叫做，再举几个例子，举几个没有这么贵的，维尼修斯是吧？啊，我觉得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历死忠所在半点吃了没文化的亏了吧，七哥，弥撒亚，犹太人的救世主，什么吃亏？人家讲了，他就是老 WE 的粉丝，你想多了，丽姐。你在搞，你为什么每次出来老装这个波，还老装呲，对吧？人家就讲了，他说他就是米撒亚的粉丝，他就是老 WE 的粉丝，对吧？你是不是体奶调整过来了？要装这个波，又装呲了，是不是丽姐啊？我要把阿姆拉巴特许愿给你啊，丽姐啊！下一个这个叫做你们样的好美色3点吃。昨天车6球胜出后，看了眼车球员进球数，没想到雅克松的进球数如果再磨都能是射手王了。雅克松不菜的，雅克松不菜的呀。其实我一直在讲，我说雅克松嘛，抽象归抽象，他不菜的。上个赛季在比利亚雷尔踢得很好，皇马杀手，能杀皇马的，你想有几个菜的，对吧？上一个被称之为皇马杀手的还是谁啊？是老梅吗？上一个，对吧？皇马杀手啊，所以讲这个雅克松呢，他只是抽象了一点，对吧？快乐了一点，但他本身他并不菜啊，雅克松，他现在拿球转身什么的还行嘛，就射门这一下呢，感觉垮了点儿，停球垮了点儿，但身体素质还可以。雅克松3000多万，对吧？3000多万啊。下一个，这叫做点赞有600，一人51个赞。我发现最近这个点赞太少啊，一人51个赞啊，一人51个赞，点赞太少啊。皮特红娃动力囊，今天我劳霍能让母总再次吃瘪吗？上一场比赛呢，于说一也不是我劳霍一个人防的姆巴佩，对吧？上场比赛是主要是这个孔德就姆巴佩2弟，对吧？防住了姆巴佩，然后呢劳霍去协防保护。这场比赛呢，肯定是还这么限制，但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巴黎能不能在中场把球抢下来，然后呢，看看能不能给姆巴佩创造反击中的机会。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场在绞杀，有乌加特断下来，维利尼亚或者是登贝莱在防反时快速推进，逼迫巴萨改变防守阵型，并非摆大巴车，然后姆巴佩并入上区，传下去，然后形成1对1，这是姆巴佩最擅长的机会，所以这个东西也很关键嘛，很关键。佩德里中场德容跟佩德里德容和你要知道佩德里德容和金德湾中场是没硬度的，说白了，硬度差一些。大白馒头我魔转会限制这么多，要不要考虑停赛4人组？托纳利、托尼、法焦利、青木都是补强位置。格林伍德明年好像有可能要回来，现在据说是这样的但是呢，英格兰那边版本 T0 呢非常牛逼，有一说一啊，其实我们这儿呢都说只是被渲染的在那个小博上面被渲染的好像很离谱，但那其实都是偶发事件只是被信息剪层也会觉得离谱。但是其实你身边周围这种人还是很少的，大家都还是比较正常人。但是呢，英格兰那边是比较魔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格林伍德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能不能回来？而且格林伍德这个事儿本身就犯错了这个错误呢，你能不能？我觉得你说是不可原谅也没毛病所以说这个格林伍德，毕竟他动手了打成那样，你说他怎么可能能够原谅他呢？所以说这个格林伍德这个球员呢，估计回来嘛也难以发挥了。有一说一，
托纳利嘛，在纽卡吧，纽卡不会卖的，纽卡花这么多钱是吧？转会费包括工资这么高，怎么可能停赛完刚刚结束又给你曼联用了呢？托纳利不太可能，法焦利呢不要，没什么水平，对吧？伊万托尼呢是可以的，过来带霍伊伦，但是伊万托尼不一定愿意踢替补啊，你霍伊伦难道给伊万托尼打替补吗？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我是觉得呢，曼联这个赛季啊，真是可以考虑优素福法纳。我都讲过 N 遍了，这个球员，你知道才多少钱吗？你不知道法国那个防守型后腰才多少钱吗？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在跟米兰谈，你知道才多少钱吗？啊，3500万。Hello， 请信啊，3500万啊，这个球员是完全可以的呀，对吧？其实你给我买过来，你哪怕打个轮换是吧？3500也没毛病啊，3500也没毛病啊，这个球员便宜啊，对吧？便宜啊，包可以的呀啊。第4周，我的七哥怎么天天拷打呢？像我一样和善点不好吗？不拷打你了啊！我从今天开始我决定了，对吧？我与你握手言和，好吧？你不提阿姆拉巴特啊，我也不提0-3，好吧？好兄弟，好兄弟啊！一生一世一双人，哈哈哈！好兄弟啊，好兄弟啊，利基啊，一生一世一双人啊！啊，从今天开始，好吧？你不提阿姆拉巴特，我就不提0-3，好吗？啊，对吧？3000万，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啊。那个优素福法纳啊，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下一个啊，这个叫做马竞跟多特那个比赛呢，为什么没有去出视频专门分析呢？因为这个球就没什么可分析的呀。就是我一直在直播之前一直在说，我说马竞会赢，我个人理解的。我是觉得，我觉得马竞在欧冠的经验上面，包括在欧冠现如今他的能力上面，包括这个赛季表现上面，我是认为马竞会晋级的。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我只会对一些我觉得比赛是有看点、有胜负手的这种比赛去分析。我觉得马竞会晋级，所以说我就没有怎么去分析。但是啊，我不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这个就是多特不行。我的意思是，反正在我的预测当中，我觉得马竞这支组会晋级，这很简单了吧？阐述的够明显了吧？啊，说的够明显了吧？啊，逆转了我会分析的啊，逆转的话我就会分析，而且我赛后情书里面一般情况都会提到这两个队伍，包括也会做他们比赛集锦。但是呢，这个胜负手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两个队没什么所谓的胜负手。多特中场太软了，那有什么胜负手呢？张耀扬杨总送你呢啊。其如何评价厄德高？可以达到什么高度？厄德高今年的表现呢？可能很多人对厄德高有刻板印象啊，觉得这个球员很垃圾，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今年如果你看了阿森纳的比赛，你不可能说这种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今天啊，如果你看了这个阿森纳的比赛，今年啊，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很硬啊。而且厄德高今年呢，跟去年相比，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点，就在于呢，他的节奏感进化了，啊，节奏感进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种中场大师那种感觉，就是我慢快，这下有了，是吧？索博现在就差这点，索博为什么我说他是工兵啊，不是大师啊？你索博就没有这个慢，啪，对吧？就是我就说白了，就是我30步。30步，对吧？停球那带着玩，突然叭传一个身后，那30步，突然叭一下提速，哎，这一下感谢这个 AA 送的这个眼镜啊 AA 啊，这一下就是厄德高这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厄德高这个赛季的进步啊，变速这一下，提节奏这一下啊，你看这顶级中场都有这一下啊，包括拜卡利特也有啊，所以说厄德高最近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国家队不行，国家队还挺好的，厄德高国家队其实踢得还可以。啊，感谢米萨亚送的让人头大，感谢米萨亚啊，感谢米萨亚啊。下一个啊，这个 SERE 啊，于车而言，加拉戈尔应该卖吗？去留的利弊怎么讲呢？加拉戈尔这个球员呢，如果他愿意轮换，那么就不用卖，对吧？我觉得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感觉比拉布亚好，对吧？因为他跟拉布亚你可以看到一个位置啊，但是我觉得他比拉布亚好。啊，但是呢，如果说你说把它定义为绝对主力，那其实他没位置啊。感谢 AA 送点将，感谢 AA， 他没位置，他去哪个位置呢？现在，对吧？他去哪个位置？拉维亚踢了一场，你看加拉戈尔去哪儿？对吧？你说两个中场，一个恩佐组织是吧？一个这个凯南多6号位啊，你前面呢10号位他踢不了，他踢哪儿呢？
对吧？所以加拉戈尔现在切尔西没位置，你只能卖，留下来打个轮换，你丰富自己的阵容硬度啊，那是没毛病的。但如果说你的财政有问题，那你只能卖他，你没办法，因为他是你可以卖上钱的，同时又不影响你现在阵容强度的一个球员啊。我觉得加拉戈尔是个好球员，主要是加拉戈尔有一股气儿，有股劲儿啊，在场上，对吧？昨天那哥几个抢点球，笑死我了。昨天我看到几个版本啊，都挺有意思的啊，我给你们解析一下啊。昨天第一个版本呢，说是马杜埃凯跟雅各松抢点球，然后呢，帕尔默过来把他们俩都卷一顿，然后呢，马杜埃凯呢被卷了之后也没怎么生气，但雅各松很生气，雅各松觉得帕尔默推他啊，让他非常的没面子，这雅各松一直喋喋不休在对着帕尔默喷。然后呢，后来呢，还有一个版本什么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雅各松过来为马杜埃凯要点球，希望呢让帕尔默把点球让给马杜埃凯踢，但是呢帕尔默没给他脸，一巴掌给他甩一边去了。雅克松觉得他来要点球，你帕尔默还不给，还这种对我，他脸上丢了面，然后所以说喋喋不休。但是这两个版本我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大家都挺抽象的啊，有一讲一啊。虽然你看好像我一直在讲帕尔默不行，但是呢我跟他没冤没仇的啊，我是觉得这种点球，你看昨天我在赛后情书中也谈到了。就是如果说你赛前规定了谁是第一点球手，那么哪怕进了100个球，他说我要罚，你其他人就不能抢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啊这个欧冠决赛对吧？巴黎圣日耳曼面对这个皇家马德里对吧？然后皇马主第一点球手，皇马已经3-0领先对吧？决赛还有最后1分钟，啪，克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造点对吧？这个时候啊，克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帽子戏法了，他准备要一个大四喜，但是呢，其他那表示王楚奇是第一点球手，对吧？那克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就想，那你算个屁啊，对吧？那肯定是我罚呀，我都进帽子戏法，我是英雄，问我要，对吧？但是你赛前布置的我是点球手，对吧？我是第一点球手，那我不给你，你也没话讲，因为你要听战术纪律性啊，战术执行性啊，所以讲呢，如果我要发，那你别人就没得发，那就是我来踢，我来打。哎，所以这个东西是战术纪律性的问题啊，这跟你这玩意儿谁进球谁不进球这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啊，明白了吧？就哪怕是能不能别黑我罗，我什么时候黑你罗了，彦祖？就哪怕是我跟 C 罗这种地位上的差距，哪怕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已经拿了帽子戏法，但是呢，他相对说了往手机发，那也得往手机发。我这么给你举一个这么极端的例子，能理解了吧，兄弟们？啊，可以理解了啊。下一个啊，雨渐渐送给你呢啊。其祝我勇明天必胜 ，King 必输，哈哈！你勇跟曼联，你，我说实话，快船跟湖人都输，关我屁事啊！对吧？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啊，我是威少的粉丝，整个 NBA 所有球员里边，我唯一一个有感觉就威少，对其他人都不感冒，知道吧？啊，第二个有感觉的就是杜兰特，就除了威少和杜兰特之外，其他人在我眼中都是一视同仁的啊，都一样。对吧？你别说你有赢不赢了，对吧？你别说你有你胡了，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快点赢就完了，快点赢就完了啊！下一个下一个零花雪啊，讲下欧冠决赛流量最高两队，我提名夏克德比。讲下欧冠决赛流量最高两队，我提名夏克德比。欧冠决赛流量最高的两个队伍，我提名夏克德比。就是图赫尔对巴萨，要真说流量最高，我觉得啊，还得是皇马打巴黎，或者是曼城打巴黎，对吧？啊，皇马打巴黎肯定流量高。姆巴佩究竟是杜兰特，姆巴佩还是这个是吧？包括这个皇马打曼城打巴黎，对吧？啊，我是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啊。下一个啊，加拉戈尔家族不想签人，目标有变，竞争金靴，舒服爽赢，其道歉。王楚奇哀张康阳送锦囊，如何评价某主播说泡沫不过是中下游球队边角料？啊，这我说的话呀，我既然说这话，我就认嘲。对吧？如果有朝一日风评再转向了，我希望你们也能认我嘲讽，好吗？这我说了嘛，我也没装死吧？本来昨天晚上我是休息的。李老师怎么接？你直接发弹幕行了啊，李老师啊，直接发弹幕啊。那个小黄，你看一下这个李老师啊，你让他把弹幕截下来，你单独告诉我啊，直接发弹幕行，对吧？我这也没装死啊。本来呢，我比赛打完之后啊，本来我这个比赛打完之后是吧？
我是昨天是没有这个赛后评述环节的。我一看他进4个球，马上出了一个视频，我又不装死认潮。但我希望有朝一日风头转向的时候，我嘲讽你们的时候，你们也能闭嘴。OK，no problem 吗？啊 ，no problem， 啊 ，no problem， 啊，好吧，加油 ，come on，blue card， 啊，我是墙头草，哪边墙倒哪边，那你没事你跟着他们一起嘲讽我也没关系啊，等会我也干你啊，等会我也干你啊。下一个啊，这个猫都不养猫啊，下一个啊。打扰了，送了锦囊。维尼修斯去曼城怎么样？维尼修斯去曼城怎么样？维尼修斯去曼城，你觉得呢？我觉得挺好，啊，挺好的。哦，李老师怎么来这儿？李老师，你等一下啊，我觉得维尼修斯去曼城挺好的，维尼修斯，啊，去曼城挺好的呀。我个人理解，维尼修斯去曼城应该是这个现如今除了阿森纳最好的去处吧？啊，去阿森纳最好啊。李老师送的锦囊啊，李老师送300电池。七哥，明天阿森纳拜仁，你看好谁？阿森纳能晋级吗？低情商看好拜仁，高情商阿森纳有机会，对吧？啊，但是我最近这个奶功比较盛啊，这是李老师，我最近这个说谁强谁就拉，说谁弱谁就猛，对吧？你这也不好讲。但是呢，我这个高情商呢，我是觉得这个阿森纳有机会啊，对吧？年轻嘛，还有冲劲嘛。但是我觉得从维拉那场比赛来看的话，阿森纳好像累了。另外在安联，对我一向是对主场球队抱有一定期望的啊，所以我是觉得拜仁机会更大啊，我是觉得拜仁机会更大啊，但是我是全网唯一一个，也不是唯一吧，除了阿森纳博主，我是全网也不是全网吧，我是为数不多几个我认为阿森纳跟拜仁这场比赛中有机会的啊，有弹性的。你看我预测欧冠4强，曼城跟皇马，你要问我就曼城啊，巴黎跟巴萨就问我，现在哪怕巴萨对吧，好像死了啊，不是巴黎好像死了，但你问我也会说这个巴黎啊，感谢雨见阴天送的爱的之鹤，是吧？如果说你问我这个多特马竞，我告诉你马竞，但只有拜仁跟阿森纳这场比赛，我觉得反而弹性最大啊，拜仁机会更大，因为他毕竟主场嘛，这个东西主场优势，反正你在现场看球你应该理解的呀，李老师对吧？啊，你现场看球你应该理解的啊，你在这个主场踢球就是不一样，而且安联那个草坪那么烂。你说不定滑一脚滑两脚的，萨利巴又和这个崩坏，萨利巴跟加比埃尔本来踢欧冠就有点软，这个确实如此啊，确实如此啊。你们要用好美色的电池，没必要解释这么多。滴，你拉倒吧。我今年支持阿森纳英超冠军、欧冠冠军、双冠王，好吧，兄弟们，好吧，我支持啊，阿森纳今年英超冠军机会很大，90%。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个人理解啊，跟别人没关系啊，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看法啊。此时此刻啊，这个2024年对吧？4月16号、4月17号啊，我觉得啊，阿森纳英超冠军啊，90%啊，就代表此时此刻啊，代表此时此刻啊，下一个啊，这个我们好兄弟啊，那跟好兄弟得架茶啊，第一站呢，这个。下一个啊，双旭12，不愧是他的粉丝旗，回旋镖太快了，谁的粉丝啊？乌兹啊？哎，真没想到，我操，我没想到帕尔默能进4个球，我真没想到。我要想到嘛，我昨天晚上我就不跟你们对线了，我就认了，我就装哑巴，装傻子，是吧？我不是没装过，我就混过去得了。昨天老子看比赛，第一次给自己看笑了，你知道吧？我第一次给自己看笑了。哎，昨天我看完比赛。昨天我看比赛，我自己都笑了，你懂吗？就是我看完我都笑了，就第一个进球，我还觉得我还嘴硬呢。我第一个球我说这玩意儿也没什么，第二个进球我说捡个漏，头球顶一个捡个漏。进到第3个球，我去一脚吊射，
我拉倒吧，今天晚上发视频。我去，这真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足球就是有意思在这儿啊！我给我看笑了，我操，祈祷了啊！乌兹的粉丝是吧？啊，乌兹啊，然后呢，再来个抢点球，我的节目拉满，节目拉满。下一个下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总？啊，帽子总送你呢。我车昨天某人没上大圣，谁是毒瘤？一看便知。昨天谁没上啊？切赫没踢，舒马赫没上，昨天啊是吧？昨天你车确实对吧？你说作为这么一个豪车啊，你老是现在是汉密尔顿啊，屡屡斩获冠军，那曾经的车王都去哪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现如今对于这个F1这个赛事啊，对于这个各种这个豪车这个赛事啊，对吧？你确实对于现在有点统治力太足了啊，还是需要一些新人啊，需要一些老人站出来的。哦，维斯塔潘，对，维斯塔潘啊，维斯塔潘啊，说错了啊。下一个啊，小天才坎特啊，坎特总送你呢啊。先赢 Blue Moon 再斩 Red Devil， 我车拿下足总杯，我没怂啊，我什么时候怂了啊？先赢曼城啊，再赢红魔，我车拿下足总杯，温布利天空是深蓝色。行啊，你在所有的切尔西球迷当中，你算是一人，知道吗？你算是一好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是先拿下蓝月亮，再拿下红魔，对吧？你不像那帮不是人的，他们是先拿下蓝月亮，再拿下考文锤啊！你在其中已经算是一人了啊！你是好兄弟啊！虽然你的这个愿望不一定能成真，对吧？你不一定能斩曼彻斯特 brother， 但是呢，我觉得啊，最起码在这个层面上，你还是个人啊，你还是个人，好人啊，好人。下一个啊，这个我会赢的啊！我车如果有欧战踢下窗，引援该怎么冲冠军？切尔西现在的话有欧战，我觉得大概率事件吧。我是觉得切尔西明年肯定有欧战踢，就现在这个形势。对吧？你们都不信，我信，好吧？我信了，切尔西明年肯定有欧战踢，怎么着能踢欧协联吧？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么你要硬说的话，你现在厚度是够的，引个核心型奥斯门嘛，买奥斯门我觉得就解决了。奥斯门、奥利塞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呢？奥斯门、奥利塞，恩昆库、帕尔默，恩佐、坎塞多、拉维亚、加拉格尔卖掉嘛？斯特林可以卖掉，对吧？莫德里克啊，然后这个马杜埃凯。科尔维尔、里斯詹姆斯，第二个夏尔不续约，福法纳，这个库格雷利亚是吧？里斯詹姆斯、普斯托，这个阵容就很好了，这个阵容就很好了。下一个 WS 送你呢，齐哥穿各球队球衣怎么搭配上街好看？不知道呀，我就穿过苏宁球衣上街，反正我穿苏宁球衣上街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应该是不太穿球衣上街。以前要求的呀，套服。我穿过最拉风的就是国青的衣服，一穿出去，人家看你都是这样看的啊。他们先会问你，哎，你是国家队的吗？我说我是国家队的。他说你是哪个国家队的？我说我是国足的啊，就是踢球的。他说啊，就这样啊，我操，就这样。哦，你们好像踢的不咋地吧？啊，人家晚上你看你穿什么衣服了啊？我不太穿球衣出门，我一般都还是穿休闲装啊，球衣我不太穿的。你微笑样子好美送3倍电池。如果车从魔手里抢了欧协联冠军，其该如何取舍？如果切尔西从红魔手里抢走了欧协联冠军，你该如何取舍？抢一抢呗，妈你欧协联还抢起来了？你欧协联还抢起来了？我魔不屑于打欧协联啊，资格呀，欧协联资格啊，别急啊，星光伯爵，再等啊，再排队啊，对吧？啊，我们不屑于啊，
欧协联资格，根本就对吧？抢了欧协联资格，我根本就不踢不踢无所谓。对于曼联来讲，只有欧冠有意义，欧联都没意义，都练兵的啊。但是欧协联，感谢这个点赞先生送的玲珑县市啊，感谢点赞先生啊，你的这个玲珑县市非常哇塞啊，感谢啊，感谢兄弟啊，是吧？那说到欧冠，人家都练兵的，切尔西需要这种欧战资格给小孩先练兵，曼联嘛就无所谓，可以让给切尔西啊，打这个欧协联嘛啊。利益死忠，你没被保洁阿姨打吗？我被保洁阿姨打什么？我从小到大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小孩，从小到大啊，非常非常干净啊。我那个只有一丁丁的屌大的时候，不是屌大，我认为丁点儿大的时候，丁点儿大啊，点儿大的时候啊，点儿啊，点，一丁点儿大的时候，是吧？我去5星住酒店，我就阿姨来都不就只需要每天过来给我简简单单的收拾一下就行了，因为我自己会非常轻松的啊，自己就把它全部都整理好啊。我从小到大这个非常干净的人，知道吧？保洁阿姨打我干嘛？保洁阿姨都爱死我了，保洁阿姨啊。下一个口误啊，超管口误，纯口误啊，你得允许人有口误啊。我这个从小呢是这个比较腼腆，不太说话啊，所以说偶然会有口误啊，希望你能理解啊。下一个啊，这个W 总送你呢啊，这个答过了啊。修总送你呢，感觉今晚4队只有巴萨决赛曼城才能手拿把掐。巴萨拿什么踢曼城啊？我就不说决赛这个东西是一场制，如果真是按硬实力来看的话，我觉得巴萨跟曼城啊差距不比曼联跟曼城小，有一说一，你们觉得呢？巴萨打法呢，它属于跟曼城差同根同源，但是你人数上，就是你人的这个能力上差太远了呀。你巴萨把罗德里弄过去，你都不一定赢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老的老嘛，小的小嘛。其实后防线巴萨不差的，巴萨后防线不差的。把左边路巴尔德回来，巴萨绝对不差，他就是这个进攻线啊太小了，太老了啊，所以我是觉得曼城其实现在打巴萨应该没问题。当然了，你要是决赛一场制不好说，一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说了很多遍了，对吧？我现在举个例子，我现在我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们俩去发点球，就发一个，是吧？那他敢说我一定输吗？不好讲的事情，对吧？但是我总算也有0.1%的胜算嘛。啊，所以说这足球一场制的时候不好讲，但如果是2回合啊，你这个。或者像系列赛7轮4胜这样的，巴萨打不了曼城。利物浦财务总监姆巴佩评价一下昨晚恩昆库、詹姆斯、帕尔默的表现啊。昨天晚恩佐表现很好啊，不，恩佐这个赛季在切尔西表现很好，你不能因为他一场没上就把他打成一个毒瘤，那是你是黑子，对吧？恩佐这个球员他在切尔西还是很重要的，我这么觉得啊，最起码有出球嘛。啊，那帕尔默那是神乎其技啊，对吧？那表现啊非常完美又冷静，是吧？啊，这个詹姆斯呢跟库嘛隐形了，还讲什么？米萨亚总理呢？3-2-4-1阵型，现曼城真不能再踢了吗？谁跟你讲的？曼城现在想赢就得踢3-2-4-1啊！谁跟你讲的？感谢点赞先生送燃起来了，感谢点赞先生啊！谁跟你说的？曼城想赢必踢3-2-4-1。因为3-2-4-1是你曼城现如今最好，你踢不了4后卫，曼城啊，你踢不了4后卫，你踢4后卫的话，你现在没边后卫啊，你只能踢3后卫。你在斯通斯在的情况下，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曼城来讲的话，这个3-2-4-1是现在唯一解啊。简单先生说巴黎 ，OK， 巴黎这个俱乐部呢，现如今想要赢巴萨，就得打中场绞杀。而不能踢所谓的伪传控了。巴黎这个球队呢，一看首发阵容，如果是首发贝拉尔多，啊，加上阿森西奥，对吧？中场再是一个这个无腰阵，可以直接睡觉。就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首发阵容一出来，你看着不对劲，你就上床睡觉。懂吗？上床睡觉。啊，所以讲呢，现在巴黎呢但是维达都不知道状态怎么样。如果维达状态好的话，贝拉尔多拿下去，中场绞杀，快速反击，登贝莱一点盖面，啪找姆巴佩在边路打进去，那是可以的，啊，那是没问题的，上个中锋，卡洛尔送的锦囊啊，快夸一夸昨晚战神坎塞多这个球员啊，应该是很好的。坎塞多这个球员呢，我觉得啊，他从这个正面意义上来讲，坎塞多绝对是现如今全世界最好的6号位模板之一，他可能还没练出来，但是还是非常好
还是非常好的。他的身体素质啊、模板什么的，他这个球员不会差的啊，未来不会差的。立即送的3枚电池，七哥给我军寻找一个解决进攻便秘的办法，空门不进怎么办？若塔呀，对吧？立即，我觉得利物浦球迷应该都知道啊，现在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若塔，把他状态养起来，他上去打主力，他能解决空门不进的办法，他有灵性，会射门，冷静。你只有这一个招了。你看努涅斯这种，他犯病，你挡不住啊？他挡不住啊？你包括这个他，你若塔要再受伤，你没办法。萨拉赫现在这问题是 buff 叠满了，对吧？年龄大，加上非洲杯，加上受伤，加上这个不能吃饭，饿肚子，他现在 buff 叠满了。你包括克纳特现在也在叠 buff， 对吧？所以说现如今呢，你没别的解了。迪亚斯本身不是个射门员，对吧？萨拉赫状态不好，努涅斯就是蒙一脚，对吧？科斯琼斯现在也晕，索斯路伊打门也不行，对吧？中场麦卡基特是组织核心，远藤航马也不会射门，你说你找谁呢？加格波也不太行，对吧？唯一就是一个，就是他呀。热苏斯我估计不太行。热苏斯其实上门，热苏斯也是一个打门也是往天上射的。阿森纳球迷已经受过这苦了啊！为什么阿森纳买中锋？就因为热苏斯老也往天上打，热苏斯那个门也往天上射，对吧？啊，所以讲这个呢，还是比较重要吧？啊，比较重要，我觉得啊。下一个啊，再吃一个苹果。今天苏宁广场着火了，应该没烧到你的雕像。不是苏宁广场，是我们不是隔壁的一个什么理发店，好像着火了，挺吓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注意防火啊。这一方面啊。另外呢，你要说苏宁给我立雕像，我觉得还有点过分了啊。但是确实我在苏宁属于一人一城，我操，我也算是一人一城，对吧？而且我说实话啊，这哥们儿他真得跟这个苏宁这个俱乐部真得跟我好好论一论了。啊，为什么呢？你想一想有没有这个道理？要是没有我，他的影响力现在早就消失了，对吧？只有我，他才能够反复被人提起来，对吧？一个球队，他现在并没有真正离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活在人们的嘴中。哎，我看平常评价江苏苏宁欧冠4强，对吧？之前都没这种声势，为什么？对吧？这么一人一城都我给他带出来的呀！啊，伟大啊，无需多言啊，伟大。租借昆山，然后半个赛季给我薅回来了，要转会不给转啊。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星光伯爵，心理素质和生理素质哪个关键 ？C 罗是哪个方面？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素质，你光有心理素质没有屁用。只有在一个好的身体素质的之上，你还有心理素质，那么你这个球员才有可能成为球星啊。其次呢，你的拼机遇。C 罗他什么呢 ？C 罗是建立在他的身体素质之上，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品质，他才跨越了身体阶级，达到了历史级别的球星这么一个情况。身体素质是根儿啊，身体素质是根儿啊。这哥们老刷啊，我给他进了啊。想开团也不是想开团，想在这发引战弹幕啊，你最起码办个牌子吧，点关注吧，啊，不然哥们你凭什么？啊，我就问你凭什么？对吧？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豁免你？不是直接干掉你？啊，干掉你啊！下一个啊 ，P 总送的3枚电池啊 ，P 总3枚电池。其我国下赛季引援哪些人能冲击欧冠区？我国下赛季引援哪些人能冲击欧冠区？反正我是推荐尤苏夫法纳，我看这个球员欧洲杯之后要涨价啊，尤苏夫法纳、弗拉霍维奇，对吧？奥利塞啊，布雷默啊，托利博、安东尼奥·席尔瓦，然后这个叫做啊，这几个球员都蛮好的，剩下的太贵了，什么维尔茨太贵，咱可望不可及，算了吧，好对吧？这些球员我觉得蛮好啊。你中场的话，科比，这都在的，如果能再买个德容。对吧？如果能再有一德容，是吧？维尔茨抢不来的，你妈，维尔茨你竞争不过人家。现在曼联只能买点什么，买点这种残次品，是吧？啊，现在曼联你要是去想买什么阿劳霍，人都不带看都不带看你一眼，没钱啊！老塔罗没钱，没钱。下一个啊，贡萨拉莫斯纯废物啊！虽然你们叫拉莫斯，不是纯废物，我的。好吧，没看到你的 ID， 我向你郑重道歉，好吧？贡萨拉莫斯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他不适合曼联，在巴黎待着挺好啊，在巴黎待着挺好，对吧？我的啊，我向你道歉，好吧？
我不该主动带这个节奏，好吧？认道歉啊，认道歉啊，认道歉啊。下一个啊，这个维尔茨值不值1.8亿？和贝林厄姆比，谁上限更高？维尔茨值什么1.8亿？这个世界上只有姆巴佩一个人值1.8亿，剩下人都是靠边站，靠边站，知道吗？别来沾边，听没听过一个著名说唱歌手，对吧？啊，那句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啊，别来沾边，知道吧？就是姆巴佩就可以在场上嘴一歪，拿个这个麦克风啊，想吃蛋糕，别来沾边，姆巴佩就可以干这个活。啊，你要说1.8亿嘛，你现在讲的话，你只有姆巴佩一个人1.8亿吧？笑死！对吧？只有姆巴佩是一个人是1.8亿啊。那你像哈兰德嘛，贝林厄姆嘛，我觉得1.5、1.6差不多吧，对吧？如果说你说贝林厄姆不考虑年龄的，可能还要再降点。维尔茨呢，现在肯定跟贝林厄姆还比不了。你不能说因为维尔茨是一个赛季的爆表，当然了，有一说一，对吧？贝林厄姆现在也没什么硬荣誉啊，但是贝林厄姆呢，我觉得他呢，真正让我觉得他这个球员登堂入室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世界杯小组赛啊，贝林厄姆有一场比赛打伊朗，全场比赛所有的向前传球0失误，这个很牛逼的，知道吧？作为一个中场球员，这个非常牛啊，这个非常牛，就是哪怕伊朗这个队伍很弱啊，但是他其实在世界杯上很弱，但他向前传球做到0失误，这对于一个中场球员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场比赛我就觉得他登堂入室了，所以说当时我给他就是说呢，我说皇马就买贝林厄姆。买过去之后绝对不亏，因为这个球员呢跟皇马属于是天作之合，啊，属于是天作之合，啊，那像现如今的这个其实也是一方面嘛，啊也是一方面啊，下一个历史中说的那件事，齐哥什么时候连线？我要 diss 你，看看下周看看有没有机会安排一天，哪天比赛少了。无聊的大家搞个连线日嗨一嗨可以的，现在比赛太多了嘛，要解决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我决定，哪怕我不开连线日，我跟你单独连，行吗，李姐？啊，好吧，啊，等下到利物浦输球的时候，你别跑，你就上线。就利物浦假设下场比赛又输了，好吧？啊，你别跑，你就上过来，你说我要连线，我100人跟你连，你别跑啊，你别跑，你每次我想跟你连线的时候你都跑了，对吧？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每次我想跟你连线的时候你跑了，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对吧？立基啊，你别跑啊！下一个晒子送你呢啊，齐连上网了，扬科维奇下课，扬科维奇不老早下课了吗？你都做成年皇帝了，连上网什么意思啊？扬科维奇下课。你说老早下课了吗？你看你脱离这个世界有点久了，是不是考试了？哦，对，今天我记得你一说考试，我想起来了。昨天有一个小朋友给我发了一段信息，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叫做有一个小朋友啊，叫做真是小朋友，真小朋友，这是真小朋友啊。他叫曼彻斯特的吉他手，是一个曼联球迷。你看曼联球迷，你看从小朋友有啊，我估计13、14岁吧啊。你看啊，他也叫我齐嗨。对吧？啊，这也做的不错啊，这个属于是老少皆宜啊。我真的特别喜欢你。现在网上有很多讨厌你的人，他们说的话也是真抽象，你别往心里去哈。还有2月中考了，请能祝我中考顺利吗？哦，中考顺利咩？这是念字，那个这应该叫咩是吧？啊咩啊，能祝我中考顺利咩？我说加油啊，中考顺利啊！人家网上有很多讨厌你的人，对吧？你看看，人家小孩都懂事儿啊，懂事啊，懂事弟弟啊，中国加油！啊，中国加油啊！中国加油啊！啊，那个能好好考试没？啊，中国加油啊！下一个下一个啊，可爱你啊！下一个这个牛奶炖菜，本赛季英超最佳年轻球员，你的萨卡还是泡沫？本赛季英超最佳年轻球员的话，帕尔默啊。要这么看的话，如果说切尔西能进欧冠，对吧？啊，如果切尔西能进欧冠啊，能进这个欧冠啊，能进欧联啊，那就帕尔默呀啊。除了帕尔默之外，福登过了最佳年轻球员了吧？福登多大了？科比吧？你要是说年轻人嘛，科比嘛，福登23了，也不算年轻了吧？啊，福登，科比啊，科比。你为啥的黄北松在面迟？支持和利记连个线啊，2、3天没来了，特别想听听利记这2天的精神状态和心态转变。今天比赛太多啊，等下一次绝对跟他连
啊，等这个比赛少一点的时候啊，或者利物浦，因为我看利物浦马上又要主场打埃弗顿，看打埃弗顿是吧？啊，如果输球了啊，我希望立即你能出现在我们直播间，不要装死。你看我帕尔默抱大自己，我装死了吗？我那一进球，那私信都炸了，那都炸了，那天天都全喷我的，说齐处大四节怎么看是吧？我操！哎，给老子看笑了，知道吧？哎，就有人给我报时，哎，有人给我报时，进了一个球，说齐处一个了，进2个球，齐处梅开二度了，进3个了，齐处帽子戏法了，进4个了，齐处大自己了，怎么看？我操！你看我都没装死，对吧？不要装死啊！啊，不要装死啊！不要装死啊！下一个叫做这个随心而行送的锦囊，福登和帕尔默相比，未来谁上限更高，谁更好？我说福登没意见吧？啊，有意见也没用啊！我是觉得福登比帕尔默快，所以我看好福登。啊，就是我看球员呢，我觉得身体素质还是一方面。帕尔默现在更冷静，感谢凯文送的，感谢这个叉 NNA 送的浪漫花火，感谢叉总啊，感谢叉总啊！我是觉得福登要比帕尔默强，福登比他快啊！福登现在也是展现了这个曼城核心潜质了，对吧？要我肯定选福登了。下一个麦克送锦囊，狠狠吃流量的机会，你为什么会装死？有什么流量呀？切尔西有流量吗？你觉得现在有一说一啊，切尔西真没流量啊！就是怎么讲呢？车呢现在流量不行了啊，他在足球圈还可以，但是你做视频是要破圈的啊，你才得有流量，对吧？你看我这个赛后情书，切尔西这一期是这个流量最低的啊，赛后情书切尔西这期呢是50多万，小 B 是不到10万，对吧？这个50多万流量都60万吧，皇马是100万，曼城是100万，曼联是150万，对吧？而且流量也不给钱，现在妈，早点装死得了。下场比赛装死啊！明我黄比赛期可以多喝几瓶苏打水吗？求求了！明天啊，谁舔的舒服我就谁舔的舒服我就给对方喝那个桑葚汁，可以吧？啊，明天谁舔的舒服我就给对手喝桑葚汁。明天啊，看你表演了啊！啊，可以吧？啊，明天好好给我这个温柔的，好好给我这个说话都注意点啊，都温柔一点啊，不然我明天给你喝桑葚汁啊！下一个这个帅哥王主角我们喜欢你，博格巴兑现天赋能到历史前3中场吗？博格巴兑现天赋始一中都有机会的。博格巴你说你天赋罗德里啊，德布劳内啊，莫德里奇啊，是吧？齐达内啊都比不了他。都比不了他，是有一说一啊，有一说一。他的天赋是没毛病的，这不行啊，这不行。别当真了，我是开玩笑的。你不会以为我真是要让你们吹我，然后我看谁不爽，我给他开桑葚汁吧？我没那么，我脑袋还没那么不正常啊！我这个正常人，你们要用正常人的思维来你们要用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我，不要用不正常人的思维来理解我。我这很正常，我这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啊！你们再喷我也不会说给你们开桑葚汁的，懂吗？我只会给曼联的对手开桑葚汁。我觉得以后曼联比赛每一场比赛给对手开瓶桑葚汁，你们2个对打，你死我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开玩笑的啊！下一个AA 总送的锦囊，能分析一下普体阿莫林的战术吗？适合利物浦吗？阿莫林呢，现如今呢是市场上都在说他打法是最像克洛普的，但是我感觉利物浦找一个像克洛普的成功不了。啊，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找一个替代品，不能找一个平替，你知道吗？最近我看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叫于和伟演那个电视剧，我最近挺火啊。于和伟演的叫什么来着？什么之城，反正忘了啊，叫什么名字反正忘了。那个女的，就那高启兰演，不就是于和伟的平替吗？对吧？就类似于于和伟前期的平替啊，对，城之城，是吧？啊，所以讲，你看，你从
就是平替这个东西呢，永远都是假，都是假。你不可能说你这个，万一这个球队呢本身你用了克洛普这个理论，你找一个平替克洛普的是很难成功的。你只能说我换一个方向，或者找一个名帅，在他的体制下我再去成功。你很多时候你想搞复制人这一套，在足球里边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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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打出来。有一说一，我觉得阿姆林太年轻了，在利物浦前景不看好。下一个啊，蜘蛛网其分析一下凯恩拿金球的可能。凯恩拿金球奖有很大机会，拜仁拿欧冠冠军，英格兰拿欧洲杯冠军，凯恩就金球奖。凯恩就是金球奖，啊，就是那金球奖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啊，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认为今年拜仁有机会拿欧冠冠军的。虽然现在好像市场上都看不起他，现在都觉得拜仁今年过不了曼城，是吧？过不了皇马，啊，就觉得非常软。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拜仁真的进了半决赛，打皇马的话机会更大，啊，打曼城的话机会小一些，但是还是有机会夺冠的。所以说我是讲，今年如果说欧冠夺冠啊，英格兰呢如果能让足球回家，对吧？因为今年欧洲的形势呢也比较简单复杂，又复杂又简单。简单在哪呢？简单在于法国队还是最强的球队，但是复杂在于法国队今年中场没有这么强。就是他有点伪强，或者说不是那么强啊，所以说今年英格兰是有机会的，因为英格兰中场很强，中前场很强，所以英格兰如果说真的让足球回家，你再加上欧冠的加持，那么凯恩拿金球奖是有机会的啊，是有机会的啊。那么你如果不顾阿森纳呢，你就没有皇马没有曼城的事儿了呀啊，所以说刚才把阿森纳忽略了呀，对吧？你不顾阿森纳的话，那你直接就拜拜了，你还有什么皇马曼城的事儿啊？下一个啊，黄日天我萨必胜。好，黄日天，你名字很霸气啊！只好熬夜的送进呢。维尔茨跟特奥是不是挺适合曼城的？我说了很多遍关于特奥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奥适合皇马，不适合曼城。特奥适合皇马，特奥如果去皇马的话，这个球员我想不到他会踢不好的样子，但他去曼城是有可能的，对吧？他去曼城，他在于哪呢？特奥呢？你看他这个球队球员啊，他极少来到中路，是吧？他极少来到中路，他都是在边路。啊，就是属于是翼位这种感觉，像翼位一样的啊，但是他同时又不能打边中卫，他就很难说是从在这个曼城这个体系里边彻底生存。我觉得特奥呢反而是适合皇马，适合利物浦，就特奥适合利物浦，适合皇马，啊，适合这个叫类似于适合曼联，啊，适合这种球队，啊，适合这种球队。然后呢，如果皇马能把两个叛人全弄回来，他就牛逼了啊！我给皇马就定一个就是阵容啊，我之前一直在讲，如果两个叛人，左边特奥，右边阿什拉夫，你这后卫不知为你未来之局全解，对吧？哎，全解，就是困局全解，两个边后卫啊！解说，点赞有没？一人50个赞，一人50个赞啊！哈兰德不拿金球不改名，其哈能像莱万那样全能吗？有一定持球和组织能力。哈兰德能像莱万一样全能吗？有一定持球和组织能力。哈兰德像莱万一样全能，有一定持球和组织能力。首先呢，现在市场上普遍觉得哈兰德比莱万差，对吧？我是觉得真不一定，因为你现在哈兰德还没到巅峰，而且我觉得哈兰德跟莱万属于是各有千秋啊。就是你如果说哈兰德比莱万差，反正我个人觉得感觉呢，在持球上面、小技术上面，在禁区里边是差一些。但是你考虑到把球拉出来，哈兰德的特点是速度、冲刺，在身体素质上他比莱万强一些，冲击力要强一些，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有一讲一啊。我们觉得哈兰德比莱万差多少？他的发展曲线呢？你要是往莱万这个方向发展，有点勉强，最好还是往冲击型的这方向去发展。但是怎么讲？在曼城又很难做到这个，哎，这玩意儿架在这儿了就很难受。哈兰德未来应该也不会差哪去，等他进球吧。哈兰德还是需要更多的进球来打消对于他的质疑。啊，射门这个东西我觉得差一些，他的身体爆发什么的真比莱万强，比巅峰莱万要强一些的。巅峰的莱万呢，技术很好啊，这个柔韧性很强，对吧？他比哈兰德软一些，这个软不是骂人那种软啊，就是这个叫做韧带好一些，明白吧？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能劈叉啊。那么哈兰德呢，相对硬一些啊，他的动作肯定没有莱万那么协调啊，但是呢，莱万呢，这个身体速度和爆发力和这个壮的这个硬性这一下，我觉得还是跟他比较差一些啊。至于凯恩呢，我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凯恩现在的话还需要证明自己。你把凯恩跟莱万啊，跟哈兰德啊，
啊，对吧？现在去比呢，凯恩缺点冠军啊。下一个啊，这个天空无所谓输赢，主打陪伴，小姆加油，那也不行啊，我去，我是希望他赢，对吧？我觉得你如果说就算是姆巴佩粉丝，也不能说不希望就无所谓输赢，得还能他赢啊。这个竞技体育是这样的，赢者恒赢，输者什么都输。就是你像阿森纳一输维拉，场下也输了，对吧？对吧？你赢了那么场下就赢，你输了嘛，场下就也输了。你像阿森纳不就这样的吗？阿森纳本来呢跟利物浦跟曼城是势均力敌，对吧？场上一输，场下也没了。所以说现如今还是得希望他能赢啊，希望他能赢。但是同样的也希望阿劳霍能赢。我今天呢就是这样，就是呢阿劳霍，对吧？跟姆巴佩啊没有直接对抗，阿劳霍没输，姆巴佩没赢啊。同时呢姆巴佩赢了，阿劳霍也赢，这样就蛮好的。至于巴萨和巴黎谁晋级，我真无所谓啊，巴萨晋级也挺好的。老陈迷问你呢，其站在未来角度看，城卖帕尔默买多库会值吗？曼城卖帕尔默是完全没问题的事情，完全没有问题的事情。当然了，现在来看可能卖便宜了，对吧？如果在曼城，但是你要知道，帕尔默在曼城永远不可能打出这个数据，因为他没有这个出场时间，对吧？所以讲呢，帕尔默在曼城他不会让出场时间，那么他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数据，那么你也不谈，何谈他去买多库会后悔呢？这是第一。第二呢，曼城跟帕尔默在曼城也不会获得如此多的机会，他跟曼城也不搭，曼城不缺他那样的球员，他那样的球员在曼城太多了啊。所以说这个同样位置啊，同样这个竞争者，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巅峰梅西打右边锋，那同时你这个右边锋有一个罗本，你怎么办呢？对吧？你那梅西不愿踢中锋，梅西肯定是右边锋，你中锋又有一个顶级中锋，那你右边锋你只能把罗本卖了，对吧？是不是？是不是？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吧？罗本不差吧？对吧？但右边路你有个巅峰梅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讲就是曼城跟帕尔默双赢吧，啊，跟帕尔默双赢啊。帕尔默你10号位你又得不到内啊，你得不到内你怎么把它做替补席呢？啊，你这很难啊，很难。下一个啊。这个，你曼城还缺户口本吗？你曼城不缺户口本啊，你曼城英格兰球员很多，对吧？户口本曼城不缺啊，而且你有些时候呢，你这个俱乐部也要为球员着想的，特别是有人文的俱乐部，你不能太自私啊。你像我那个老东家就是尿性，自私，是吧？当年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什么要放你出去挣钱？为什么让你出去踢球？万一你踢出来了，我怎么向上面交代？那你如果说你为了帕尔默的户口本，就怕他以后出去踢出来了，对吧？那么你不放他，把他让你在你这板凳坐穿，那你不跟我的老东家一样吗？对吧？是不是这道理？是不是这道理？那你怕你踢出去了，我亏了。那你其实他是你曼城青训的球员，对吧？是你培养出来的，那么有一定的这个价格能接受就放了呗。他出去有更多机会，对吧？你也能获得一定补偿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对于这个球队来讲是展现自己人文化的一种人情味吧，一种人情味，这是事实呀。啊，你不能说我觉得我就只考虑我俱乐部利益，你要只考虑俱乐部利益嘛，那你确实户口本，包括阵容我厚度硬度什么的，我就把它放过来。但是你还要考虑球员呀，球员是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球员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当时我那也是的呀，当时我们在外边给我开年薪100万。不算签字费啊！我们的老板给我讲的，说我为什么放你出去挣钱？说你踢出去了我怎么办？说你现在就回来，让我回去了，直接给我彻底封杀。因为这种事儿，你说这个多了去了啊！有些时候呢，大家还是尽量不要老站在俱乐部角度去考虑。你要考虑球员是个独立的个体啊，对啊，挂掉了啊，蛮好的。他给我来了句说转会费，他给我标了一个天价转会费。他说转会费如果你觉得太贵，你可以自己补上。我瓜迪奥拉如果对帕尔默来一句，帕尔默，我要卖你8000万镑，你让切尔西掏8000万镑，然后切尔西这个管理层说了，我只掏4000万，多一分不给，4500最多了。瓜迪奥拉说，对帕尔默说，如果你觉得多了啊，你可以把钱自己补上，那这事就翻天了，知道吧？那这个事就翻天了。那就是这个时候就属于什么？就盖帽，知道吧？有全天下都对的。那你说瓜迪奥拉得卖成什么样啊？瓜迪奥拉啊，下一个啊，米斯尔送你呢，巴萨加油，
啊。好，巴萨球迷啊，希望这个巴萨加油啊，巴萨加油啊。这个小法就补了是吧？啊，小法就补了啊。这个叫做3月零花血送锦囊，怎么看药厂发推说谢谢你哈里凯恩？我是觉得呢，我是觉得呢，官方玩这种梗呢，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好。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我觉得对凯恩呢缺乏尊重。对我个人理解啊，当然了，我可能觉得大家都爱玩这个梗，对吧？如果这个行为是真的话，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就是如果是真的话，我觉得缺乏尊重啊。那如果是假的，那造谣的人真得该给他狠狠治愈啊。如果是官方发的话，我觉得对于凯恩呢有点缺乏尊重，有一讲义啊。凯恩人是蛮好的，知道吧？凯恩其实我当年黑过他，知道吧？我觉得他被高估的当年，但是后来我是被他的人品，我觉得这个球员人品很好，所以说我就再没黑过他了啊。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球员你怎么讲，还是要有一些尊重的，假的。下一个啊，10月发生3面时，龙哥不走是不是和皇马有协议去接安帅的班？应该不是啊，阿隆索不走估计是跟更衣室有约定，明年打1年欧冠。我感觉是这样。啊！你看还有老朋友啊，我说他点球大王当时啊，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不走啊，这个球员不走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阿隆索不走，应该是跟勒沃库森的更衣室有约定啊，应该是跟勒沃库森的更衣室有约定，然后就是我们都不走，打1年欧冠，兄弟们来冲一波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想法的，打完1年该散就散。对吧？说散就散，打完1年该散就散啊！明年欧冠踢完，兄弟们，我们不留遗憾，该散就散啊！你去皇马是吧？啊，你去巴萨，你去曼城啊，你去拜仁啊，明年估计是这么回事。药厂老板说他就去皇马接班是吧？哎，这个世界上有人可以拒绝皇马吗？除了温格。好像真没什么人可以真是拒绝皇马。哎，梅西啊，对，还梅西瓜迪奥拉嘛，那都是烙印太重了吧？啊，罗德里啊。下一个啊，这个院长其小飞在巴萨这表现还没打你脸，我去，小飞表现不好吗？菲利克斯有限的出场时间里边，我觉得算很好了，又降薪，又是租借免租借费，1年才200-300万吧。那上场比赛那惊天倒钩，那不值回票价。菲利克斯我觉得表现还可以啊，在巴萨租他这笔生意完全是值的呀。我觉得他也算半踢出来了吧。今年表现还可以啊，我感觉他上场的比赛都能创造威胁啊，而且他在场上有限的出场时间里边也有进球，有突破，有传中，对吧？有组织，还行啊。对吧？我觉得表现还可以了呀。反正肯定不亏，而且血赚的生意，其实马竞那边也赚了。菲利克斯今年表现比去年在切尔西好啊，比去年在切尔西好。下一个啊，恩总送你呢，现在维尔茨和穆夏拉谁更强？适合去哪儿？现在维尔茨和穆夏拉谁更强？适合去哪儿？你要问我吗？我现在觉得穆夏拉更强，因为我觉得维尔茨。就是你问我统称都是我觉得在欧冠里边表现的，我就是你看球员呢，我怎么看呢？我一般都是更多参考欧冠表现啊，联赛呢只是这个只是这个一个基础啊，我对一个球员会加深印象，或者他表现分在我心中真正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级别，是在这个欧冠当中啊。维尔茨我觉得还少一些，就是欧冠当中的这种高光时刻啊，这个是我的这个看法啊。目前为止，反正我是觉得穆夏拉好一些啊，但是维尔茨传球肯定比穆夏拉强，穆夏拉就是个传球问题啊，这个传球啊有点太骚了，穆夏拉。但是今年传球还可以，穆夏拉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他的第一选择作为中场，他不是抬不起头，不是传不了，他还传过几次威胁球。我看拜仁比赛今年看了不少，他传过几次很好的手传球。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他的第一优先选择是带，就你们可以观察穆夏拉的比赛。再观察维尔茨的比赛啊，再观察其他中场，像佩德里啊、德布劳内的比赛，对吧？你会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在这个位置上，对吧？穆夏拉拿球的第一选择就是带啊带，
对吧？他第一选择是摆脱，但德布劳内第一选择是传，对吧？可能佩德里第一选择也是传啊，所以讲他今年好像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是有很大影响啊。这个球员是如果说这么踢法的话，他要改成边前卫好一点，他要这么踢只能踢边前卫，你踢在前腰位上，你这个盘带过多呢，有些时候你影响你比赛推进节奏啊。下一个。这个首席第8周3点池，开指导明年打扮，是不是可以提前考取教练证了？哎呦，凯帕妈退役算了，凯帕太糙了，我又不知道切尔西球迷怎么得罪他了。凯帕为什么要去皇马？就是这事人倒麻了，真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就是从各方面我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去皇马。他在斯坦福桥呢，虽然嘛球迷不是很待见他，对吧？但是他毕竟有球踢啊，主力啊，是吧？去了之后球也打不上啊！我自己说的，没人能拒绝皇马是吧？那确实，他是西班牙人还是？凯帕明年废了，回切尔西估计合同快到期了吧？像他这个年龄的球员呢，一般情况下呢，沙特、意甲啊，你看看意甲球队，看看明年麦尼昂卖不卖？麦尼昂卖了，买凯帕过渡一下是吧？这是可以的啊，要不然沙特。下一个，这个。利物浦送锦囊，规划一下我和芒特，利物浦财务总监姆巴佩规划一下啊，评价一下我和芒特和王储基的生涯规划排名。姆巴佩的生涯规划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你要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如果你不仅你跳出足球去看，姆巴佩的所有安排都是对的。为什么呢？你要跳出足球，就是你看他是法国人嘛，对吧？他在法国的影响力。都是因为他在巴黎圣日耳曼这几年不停的去拉扯啊，反复提高他的知名度。他现在都能去这个跟这个小马哥一起吃饭了，是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你如果跳出足球来看，他的规划是还可以。但如果说你仅从足球论证上来看的话，早就该走了。对吧？我们只看足球层面上，他早就该离开这个，早就该离开巴黎圣日耳曼了。不管是去哪个球队啊，都比现在强。所以说，姆巴佩的职业生涯规划呢，你看从哪个方面来看？那么芒特的职业生涯规划呢，蛮好的，对吧？2个流量队，切尔西有流量的时候呢，在切尔西当男模；切尔西流量结束之后来曼联当男模啊。不管怎么样，反正钱是流量是有的啊，未来肯定不愁。王储基的生涯规划也很好，对吧？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当断则断，立刻退役，是吧？要不然的话，现在还跟他们纠缠呢，纠缠什么？纠缠啊！现在对吧？所以讲我的职业规划也没毛病啊，没毛病。下一个啊，这个小威总送你的啊，聊聊曼联这个夏窗最可能的各位置引援。曼联肯定买中场啊，曼联肯定，你看去年我预测曼联的前中后引援都做了，对吧？前场中锋，中场这个芒特，后场奥纳纳，但他只没买对人。今年曼联肯定是中场一定要买的，没有中场万事皆休。然后呢？这个边前卫或者是中锋，现在就曼联今年引传太难做了。我昨天那句话就是前面几哥们呢，你说行行嘛，说不行也不行，不用嘛又可惜，用嘛又不顶劲儿。所以说你前面买不买，是吧？奥利塞这样的球员你抢不抢？奥斯门这样的球员你抢不抢？是吧？弗拉惠这个球员你抢不抢？你要不抢，那你只能依靠这些人，明年进不了球还完蛋。中场呢，我觉得要买一个组织型的，要买德儒这样的，要买一个6号位，福瓦纳、卡塞米罗这样的啊。然后后边呢，要买一中后卫，要买一边后卫。你瓦拉内林多的后面要走了啊。下一个这个旺仔，您面对场地、草地干湿程度不同，如何选择装备？您面对场地、草地干湿程度不同，如何选择装备？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啊，兄弟们啊，在足球层面上啊，很简单。如果说这个草比较长，是吧？草比较长啊，地比较滑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你像安联啊，像这个老特拉福德浇水浇的比较多的时候啊，一定要穿长钉，一定要穿长钉。为什么？长钉能抓住根啊，它那个根比较，这个钉比较长，它能踩草里，不让你不滑倒，不然你很容易叭叭就滑倒了啊。这个是一方面啊。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说是有短钉啊，就要去那种草地比较短、比较干的地方穿短钉，因为那个地方你穿长钉你卡脚。哎，同时呢，如果人造草，那就穿这种最短的钉，那你不伤膝盖。哎，能理解吧？啊，能理解啊。属于第8周3点值啊。皇马夺冠，西甲、英格兰、欧洲杯4强，贝林会不会拿金球？皇马夺冠，西甲、英格兰、欧洲杯4强。
皇马如果拿了欧冠冠军，是吧？然后西甲，英格兰欧洲杯西甲冠军，英格兰欧洲杯4强，贝林后面拿进球。那你看法国是不是冠军？法国如果是欧洲杯冠军，要拼一拼的，要看看造势的，要看看舆论的，对吧？法国如果是欧洲杯冠军，那么贝林厄姆属于是西甲冠军加欧冠冠军，然后跟他的欧洲杯冠军打，跟法甲冠军、欧洲杯冠军打，对吧？因为他今年有可能3冠王，法甲冠军、法国杯冠军加欧洲杯冠军。然后呢，这个贝林厄姆是西甲冠军加欧冠冠军。然后那你看，你说这要对一对，这不好讲啊。如果法国拿了冠军，那么姆巴佩他也转售到皇马，那你这个东西不好说啊，不好说。要是葡萄牙冠军就是罗哥，我觉得除了葡萄牙冠军呢，除了葡萄牙之外，就当然了，罗哥得是主力啊。罗哥如果不是主力的话，就不谈了啊。如果罗哥是主力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可以。然后呢，这个法国队不是冠军，葡萄牙不是冠军，那肯定就是贝林厄姆啊，肯定是贝林厄姆。美洲杯这个情况呢是怎么回事呢？美洲杯今年呢，首先呢，我觉得今年乌拉圭是吧？乌拉圭、巴西、阿根廷啊，这3个队啊，应该是机会最大的啊。那么假设是阿根廷夺冠的话，阿根廷队员都没戏，阿根廷队员都没戏。假设是巴西队夺冠的话，你看巴西卡塞米罗、内马尔、维尼修斯、罗德里戈，对吧？那可能是维尼修斯。然后假设是这个乌拉圭夺冠的话，对吧？那巴尔韦德啊，那个前提之下，那可以竞争。那你看皇马推谁了？罗德里是西班牙的啊，罗德里。下一个啊，这个山东人哈兰德，齐总感觉巴黎、巴萨两队要起来搞个大活。哎呦，欧冠次回合一般情况下都是会出现很多的奇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有精力的都可以看一看，因为你看多少奇迹都是出现在欧冠次回合，对吧？安菲尔德奇迹啊，诺坎普奇迹啊，都是次回合。次回合呢，往往有球队呢要当疯狗的，他要毕其功于一役，他要跟你硬碰碰硬干一场。他有些时候呢，他会这个。他有些时候呢，他会这个叫做就是发了疯了啊，就是我就是最后时刻我就不要命了，我跟你拼跟你玩，所以讲呢，这个下半场啊，这个是最有可能爆发奇迹的，很好看，包括曼城跟皇马啊，下一个啊，这个哈里凯恩，其我魔逼近欧冠小组赛，奖励土地挖狗，拜仁魔赢。其我魔逼近欧冠小组赛，奖励土地挖狗谁呀？土耳其冠军是吧？加塔德雷，丹麦冠军哥本哈根，我魔进不了欧冠了，放弃了啊！现在我把希望放在我车身上，好吧？找个平替。现在我车就是我心中的平替啊，我车，好吧？车啊，你们就是我心中平替。现在我把希望放你们身上了，加油啊！冲击欧冠啊！明年让我在斯坦福桥见识到你们打欧冠小组赛啊！加油！简单，兄弟们，一人鼓励一个赞啊！一人鼓励一个赞。下一个啊，这个拜仁慕尼黑，你怎么看利物浦自从和曼联打完后就被毁了？利物浦啊，这个球队呢，其实他什么时候开始怪的呢？你说双红会之后开始怪的呢，也正常。但是呢，利物浦这个球队呢，它其实真正就是什么呢？它的问题其实一直也都存在。就是你看这个赛季啊，逆转很多，对吧？我们在讲这是逆转很多啊，有韧劲啊等等啊，确实。但是呢，你另外一个层面上也证实了，就会说明这个球队稳定性架构不够。他年轻啊，而且他这个球队呢，中场第一年重组，3个人全是全新的人。你像中场这么关键的地方，他全是全新的结构啊，那肯定说是会遇到点麻烦，包括后卫的新人也多。当然了，最终肯定还是跟曼联有很大关系啊。曼联是这样的呀，曼联输给切尔西一场比赛，切尔西你看声势大振，对吧？因为你赢曼联一场球，你会感觉到自己心里面啊，赢了曼联，是吧？赢的是曼联，看，哎呦我冲了个大电，对吧？切尔西你看连胜啊。如果说你看你利物浦平了曼联或者输给曼联，你会讲哎呦输给个曼联，对吧？你就会这种感觉，就是你赢了曼联，你会觉得哎呦我赢了曼联真强，对吧？我变强了，我赢了曼联，赢了红魔。
对吧？你让你平了曼联输曼联，你会讲，哎，我竟然他妈输给曼联，对吧？你怎么样？反正正反两极都有的啊，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我魔就是这么的这个伟大啊，拥有正反两极两种表现啊。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阿送你呢啊，解释必费国家队战术踢法预测成绩，解释必费国家队战术踢法预测成绩。必费在葡萄牙国家队是大核心啊，必费在国家队就是大核心啊，属于这种顶配大核心，就是类似于怎么讲呢？顶配大核心就类似于德布劳内在曼城啊，必费就是他在葡萄牙就是核心，就是葡萄牙把他当成准核心用的。碧玺呢在必费在葡萄牙打右边锋或者打后腰呢，主要还是给必费打后手。必费在葡萄牙的战术地位很高，但是我不知道欧洲杯怎么踢的。欧洲杯成绩我觉得葡萄牙最起码4强嘛，保四争冠嘛，啊，保四争冠。他就最近在这个新主帅大光头指导下，他确实是核心球员，他在前场他的自由度很高啊，必费。就是德布劳内嘛，他时不时都会出现，也会出现在6，也会出现在4，甚至会出现在9、8，每个位置都有他的身影啊。手机里巴士送3部电池，巴萨到底惹谁了？各队球迷都不待见。巴萨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巴萨的问题跟皇马不同。首先呢，巴萨呢，因为跟梅西分手的不体面，导致呢球队已经出现一次割裂。出现一次割裂之后呢，对吧？跟梅西球迷呢，跟梅西的人民呢，啊，发生了一次叫做那个词怎么讲来着？切割，是吧？跟这个他啊搞一切割。那么这么一切割之后呢，对吧？那么梅西这个人民庞大的群体本身对巴萨就非常不满，你踢得越好，他越骂你，因为觉得对吧？你离了梅西你还行，那不证明他不行吗？啊，这个反而是切割反目啊，导致了这一部分球迷啊走了，你损失一大部分球迷基础。其次呢，你当年巴萨在鼎盛时期，你属于全世界巡逻。我这个词可能巴萨球迷听着很多话觉得我在黑你们，不是黑你们啊，我这就是有一说一，就是实话。对吧？鼎盛时期呢，你整个巴萨他就鼎盛时期，就是它属于全世界巡逻。那么本来你就招惹了很多这个叫做别队球迷啊。那么现在不趁你病叫你命不喷你吗？那再加上巴萨本身的内部呢还不弄明白，对吧？关于梅西这个事儿，有的巴萨球迷很反感，有的巴萨球迷又很喜欢，还是喜欢，这两边自己都吵，所以讲这方面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对巴萨没什么那个不满的呀。有一说一，我觉得我希望所有的豪门都能够重新归到他自己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足球才能够更精彩。如果说每一个球队都能够来到自己的最巅峰，大家硬碰硬干一波，是吧？到底看看是魔赢还是这个团赢，对吧？还是毛赢啊？那才有意思啊！结果就落魄了，巴萨落魄了，对皇马一点好处没有啊！巴萨如果落魄了，对皇马一点好处没有。下一个插总送你呢，曼城欧冠冠军，英格兰欧洲杯冠军，福登能否拿金球奖？曼城拿欧冠冠军，英格兰欧洲杯冠军，福登能否金球奖？拿不到。曼城拿欧冠冠军呢，这个功啊得记德布劳内身上啊，记罗德里身上啊，记哈兰德身上啊。福登本身呢就是其他身上也比较少啊。第二呢，英格兰欧洲杯冠军肯定是凯恩，因为福登在英格兰目前战术地位不够高，他的顺位在贝林厄姆之下，甚至在萨卡之下。如果他打中场呢，他是跟盖斯和在打的话，他也是很难说是作为球队绝对战术核心，战术地位不够啊，咖位不够。阿巴送的锦囊。其如何评价小抖某博主宣扬我魔未来10年准备保级？谁啊？老八？哎呦，老八说曼联的这个事儿呢，你就别跟他犟了啊，你也别理他行，也不是不能理他啊，你可以跟他唠嗑啊。他的回旋镖吃的不比我少。利物浦那场比赛跟双红会之前啊，哥们儿上半场2-1，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下半场5个起步，你魔已经崩了。最后几比几啊？我再给他发信息，他装死了，不回了。哦，我再给他发信息啊，我说这现在怎么说，八哥啊？他给我来了句假球，哎，所以我说他的回旋镖吃的比我买多了，对吧？吃的比我买多了。哎，我说4比3了，我问他，我说那现在怎么说？不是5个吗？现在怎么说？他给我来一句假球，你说这是纯立体防御啊！他
那是360度防御啊！哎妈，打赢就是你菜，说就是假球。哎呀，他那回旋镖吃的不要拉得更满，拉得更满。现在你这个双听满来听乐呵得了，我操！啊，他来一句，他是赛前跟我讲的，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是20年靠谱啊，20年靠谱，你信自己有那踢假球是吧？下一个，境界送你呢？怎么看今晚的安联之战？给阿森纳支个招，贝奇。阿森纳一定要打快啊！一定要在前20分钟想办法进球。一旦在前20分钟没进球，回来蹲坑。啊！我给阿森纳支这招，就是前20分钟，叭上去，哎，攻一攻，20分钟没进球，回来蹲坑，就等点球。因为你如果说20分钟之后啊，等这哥们儿啊，等拜仁安联那帮哥们儿啊，等他们把这个状态提起来之后，你再跟他打，感觉不对劲了，知道吧？他们那帮人老油子，他知道什么时候使劲儿，但是前20分钟呢，你靠你这个血气方刚，对吧？你冲他2下啊，万一能进一个，那你可能就局面就不一样了。你守嘛，然后20分钟没进，回来马上蹲坑守点球，蹲坑守点球，啊，蹲坑守点球，啊，而且阿森纳是明天晚上啊，你别起床起错了啊，别到熬夜熬错了，阿森纳是明天晚上啊。还有一个，这个剑秋送的你呢？问利物浦球迷，我萨用法蒂换萨拉赫行吗？我帮利物浦球迷说不行，法蒂什么牛马？怎么换萨拉赫？法蒂，不用，你不用问，我帮他问啊，我帮他回。妈的，萨拉赫卖到沙特去是卖1个亿啊，要卖1.5亿的，你法蒂得卖多少钱？对，我就这么问你，萨拉赫这哥们儿啊，卖到这个沙特去，沙特出多少钱？1.5亿是吧？是1个亿还是1.5亿啊？对吧？你法蒂卖多少钱？对吧？法蒂3000万、4000万、5000万、5、6000万，是吧？你差这个价格都在这差，价格在这差着呢。下一个啊。这个 CL 送你呢啊 ，CL 送你呢。这个恩德里克被高估，和详细评价帕尔默及其前景。我去，这个 CL 总啊，你这个我要是没点文化，我都看不懂你这字儿啊！你看你这哎，我要没点文化，我都看不懂啊！看到没？从今天开始洗刷了这个所谓的账鱼啊！这个你看，哎，我要没点文化，我能看懂吗？啊，能看懂吗？你看，没点文化我真看不懂啊，对吧？恩德里克，你看怎么个高估法了？我看有人去吹恩德里克什么大罗纳尔多，未来的罗纳尔多，那肯定是吹的，对吧？罗纳尔多只有一个，恩德里克，但是我目前看他比赛，我觉得还蛮好的。我一看了几场国家队比赛，我觉得蛮好的，比罗克好，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中锋。为什么？你看这恩德里克那个身材啊，一看这哥们儿就行。为什么？我看他这个身材对抗，你看他是这样的，哎，他是这样的，看到没？他是这样的啊，哎，这样。哎呦，这种身体能理解这个？就脖子是这样的，啊，脖子这样啊，就是属于这样纯立体防御。你看啊，一般情况下这种身材的啊，一般身体素质都不差，没脖子嘛啊。比如说这个谁呢？这个叫做威斯特布鲁克啊，威斯特布鲁克也这样的，是吧？威斯特布鲁克啊，这个范志毅，是吧？范志毅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他就肩壮啊，他这个对抗能力很强啊，对抗能力很强。大罗比赛我看的都是集锦啊，都是我们教练逼着看的。这样，凌晨播。下一个啊，这个帕尔默前景，帕尔默，我还坚持我以前的评价啊，这以前什么评价呢？你就回去看就行了啊。当然了，现在他确实值4500万镑，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很难作为切尔西的争冠核心，或者说舰队核心啊，好吧啊，下一个啊。这个哈兰德布纳迪又不改名，其哈学不了莱万，巅峰会不会很短？巅峰怎么样？其哈学不了莱万，巅峰会不会很短？巅峰哈怎么样？哈兰德在曼城巅峰不会短，去拜仁去利物浦巅峰估计会很短。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哈兰德呢，如果去曼城，他的巅峰就不会短了。他在曼城就踢了妈的这种球有什么短不短的？在里边禁区里边我也能踢，不是我踢不了，对吧？你这踢到40岁都能踢，他如果说能够在未来把这个身体素质在这个技术再磨一磨，对吧？但是他要是在这个利物浦呢，他的生涯高度会更高，包括在皇马在拜仁，但是职业生涯长度就不会这么长，容易受伤。
他的冲起来嘛，他最牛逼的地方冲起来。哈兰德最牛逼就是衣服单关万分开，把球给他，他一个人冲，那是他最牛逼的打法，最厉害的打法，就冲起来嘛，啊，冲起来，对吧？就是很吓人，像坦克一样碾过去，啊。爱马仕新木君送3面池，巴萨过了巴黎这关，是不是争冠概率就大了？巴萨过了巴黎这关，打马竞，从过往战绩来看是优势，那肯定大了呀。巴黎确实是这个队里我就最难踢的。有一说一，马竞是一块狗皮膏药，就这个就是一般情况下呢，我是觉得啊，我宁愿我自己的球队抽皇马，宁愿我自己的球队抽曼城，对吧？我哪怕踢不过啊，我最起码心里不憋屈。但你输给马竞，心里憋屈。所以说马竞这个球队呢，反正不好打，谁都不好打。但是你用硬实力上来看的话，他其实没有说是多强，只能说这个球队反正就是不好踢，5-5开，跟人都是5-5开。但是呢，这个巴黎呢，确实在下半区呢不要。如果说真是正常的话，他不好踢。可是巴萨如果赢了巴黎，算是争冠概率，算是加大了啊，算是加大啊。下一个大黄花鱼，哈珍7号，丁真10号大腿，为啥效果不好？哈珍7号啊，哈兰德9号。德布劳内10号大腿，为啥效果不好？效果不挺好的吗？哈兰德跟德布劳内，不挺好的吗？哈兰德跟德布劳内，这种丁哈还不行吗？哈丁还不行吗？你要哈丁连线，他们俩还不行啊？蛮好的呀，瞎讲。下一个啊，这个叫做下一个锦囊很有意思啊，这哥们说的啊，广东美宜家送的锦囊，七哥，周末南京单招，您觉得上学还是省队转正好？我不知道你这转正什么意思啊？如果是我理解转正意思，肯定转正好啊，转正就是包分配是吧？以前我理解就是别的项目是这样的，足球项目呢就是除了男足呢是这个彻底商业化，就是你要是没踢出来爱干嘛干嘛。但如果说是就是个人运动啊，你包括游泳啊、体操啊，这个包括这个乒乓球、羽毛球啊。它有一个编制是吧？你转正啊，那肯定转正好啊，包分配嘛，你稳定啊。上学的话，你出来之后你还是一样的归宿，还得自己考啊。当然看你自己选择了啊，未来的事情还是自己选啊。MAN 送锦囊啊，这个请主播给拉波尔塔2次上任的政绩打个分。第一次嘛，肯定是很好呀，第一次啊满分啊。第二次在巴萨怎么讲呢？手段恶劣了点儿，但是呢，效果还可以，没毛病吧？手段恶劣了点儿，有意讲义。对梅西的这种手段，对吧？就是我在上任之前啊，甜言蜜语是吧？对外都是宣称啊，我跟你会留下你，你也为我站台，结果我背信弃义，最后把你干掉了，对吧？手段呢烂了点儿，手段是烂了点儿，这种手段确实是卑鄙啊！啊，你有一说一。你都在讲说是商场无朋友，或者说生意就是生意啊，但是呢，这个做人的诚信还是要有的啊，手段恶劣点啊，但是呢，这个球队啊，包括他对整个球队的这个运营思路还是在线啊，不光彩。手机理发师，曼联打考文垂是不是手拿把掐？随便打，你不会觉得我不敢奶了吧？我为什么不敢说的？打他妈考文垂还能输啊？球队解散算了，直接破产算了。考文垂肯定随便的，考文垂这个球队又不，他能进来又是属于是送分的，为什么足军都给曼联弄个考文垂踢啊？对吧？而且我就说实话，曼联怎么可能会输给考文垂？跳一个，understand？懂什么叫跳一个吗？啊，荡一个，荡一个，啊，懂吧？哎，滴儿，哎，哎，懂吗？哎，懂吗？哎，这样啊，懂吗？能理解吗？哎，这样。对吧？这玩意儿嘛都跳一个能行吗？下一个这个叫做马德里奇，马竞夺欧冠，法国夺欧洲杯，格子有进球吗？马竞拿欧冠冠军，法国拿欧洲杯冠军，格里兹曼有进球吗？有。马竞拿欧冠冠军的话，法国队欧洲杯4强我都投格里兹曼，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选格里兹曼。他配得上一个金球奖，只从经济层面上来讲的话啊，在马竞的话，能拿一个欧冠冠军是奇迹啊，对吧？啊，今年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给的啊，可以给，是可以绝对配得上。
搜拉五总锦囊，其锐评下昨晚西甲奥萨苏纳最后时间抽象点球，没看呀？怎么锐评啊？我给你看看啊，我昨天这个比赛就看了切尔西一场，本来准备看完睡觉的，后来我没办法，不能装死啊，出了一个视频。我看看啊，我看看奥萨苏纳什么抽象点球，能让你主动提出来的，我估计这个确实挺抽象的，就给兄弟分享一下啊。奥萨苏纳。假球，我看看有什么？我看看有什么原因吗？他是不是有什么伤啊？这个球我感觉我没法给你看集锦啊，你们自己看看吧，啊，自己看看吧。这个球，哎，绝对你要是看的话啊，点球我见过最抽象的，啊，就所有点球有史以来所有的巴洛特利的那种啊，所有加起来没有这个抽象，啊，如果他有伤的话，那就不谈了，啊，断了3根肋骨，啊，我感觉是这样的。我感觉是这样的，如果说他有伤的话，那就不谈了，因为这个点球我没法给你们放集锦，因为你们看不了，有版权啊。但是呢，你如果说自己去看比赛就知道了。我刚看了一下集锦啊，非常离谱啊，非常夸张。但是我感觉他可能是有伤在身啊，因为他这个动作呢，让我感觉他不够连贯。你看他在快射的时候这一下，哎，在弄出去这一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身体呢有点站不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伤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伤啊，断了3根肋骨。那没办法了，断了3根肋骨能站在十二码线前就很厉害了啊！这个比点球发的很鬼扯啊，很鬼扯。你就看奥萨苏纳跟瓦伦西亚的比赛，这有个点球。阿马让球迷用在面时，超级计算机预测你模赛季结束是-2净胜球，排名第7，你怎么看？超级计算器还预测我模输给那个谁还预测我模输给利物浦1-7呢，还是0-7，还是0-6？那个哪个天空体育？啊，扯犊子的事儿，就是曼联这个赛季，对吧？说不定都排第8去，说不定，对吧？现在来看，别说排第7了，啊，我说实话，都有可能排第8去。啊，第7还是保守的。哎，太烂了。小易总锦囊啊，其为什么 B 席在国家队发挥和俱乐部相比略显低迷？看好 A 席在这届欧洲杯大放异彩吗？安东尼奥·小瓦还可以啊，安东尼奥·小瓦是我目前为止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一名中后卫。这一届欧洲杯不知道会不会给他时间，因为鲁本迪亚斯和佩佩呢，还有达尼洛·佩拉这3个中卫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大概率还是会使用鲁本迪亚斯加上佩佩。安东尼奥·小瓦会不会上不好讲。那么博阿多·小瓦呢，就是你发现一个特点没，就是曼城的球员普遍上在俱乐部发挥比在国家队好，包括罗德里，你发现没？啊，就是曼城的球员，曼联的球员普遍在国家队发挥的比在俱乐部好。啊，你发现没？啊，这个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曼城这个俱乐部给他的球员加的都是正向 buff， 所以说你看他在这球员在。就是还有一句话啊，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梅西在巴萨的时候，他在阿根廷国家队发挥比在巴萨差，但是他一去巴黎圣日耳曼，哎，他的发挥在国家队发挥就要比他在巴黎强，因为舒适圈的改变。曼联球员呢，在曼联并不舒适，所以说去国家队反而舒适了。曼
曼城球员呢是在俱乐部很舒适，所以说他到这个国家队反而就没有这么舒适，所以说你感觉他有一些差距。下一个这个想要爱的小老王送的锦囊啊，想要爱的送的锦囊。欧洲杯加3冠王，维尔茨有机会金球奖吗？没机会。3冠王，德甲冠军、欧联杯冠军、德国杯冠军，对吧？加上欧洲杯冠军，有机会吧？有机会吧？有机会，不能说没机会了，真有机会了，有人会投的，很大概率吧。你看，你还要看法国队的成绩，还要看英格兰的成绩，还要看欧冠的成绩。欧冠如果是姆巴佩，那估计他可能跟姆巴佩竞争的机会还是小。如果是哈兰德那边，这个叫做卫冕5冠王，维尔茨也不一定啊，卫冕3冠王也不一定啊。要看这个曼城那边的表现，应该是有机会的，这应该是有机会啊。国足必胜送锦囊，希望咱00年左右出生的人永远眼里有光。好的，感谢你啊，感谢你，那我也算00年左右出生的啊，感谢你啊，我们眼里有光，你看我眼里有没有光？奥特曼是吧？这发电。电眼啊，中二之魂，小时候天天拿那个剑，唰，是吧？有那个剑气。你们有没有去游过泳？在那个或者那个使那种大浴池，在那个小时候在那个游泳池里边，就给他弄那个水纹，感觉有内功啊，对吧？中二之魂。下一个，这个总送锦囊啊！我萨中场今晚能扛住，小飞能首发吗？我是觉得小飞首发挺好的呀。拉菲尼亚去右边，小飞去左边，亚马尔打替补轮换去抓进攻，我觉得蛮好。我觉得菲利克斯可以首发啊，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呢，是他右边路是用凯塞洛啊，左边路用阿隆索，然后左边路用拉菲尼亚，这也是有可能性的，看看情况吧。我是觉得有机会首发，看看巴萨怎么想。巴萨如果说还想保守的话，他有可能是照搬上场比赛的这个首发阵容，有可能啊，那反而是不太好。我一定要动一动啊。因为努诺梅斯和阿什拉夫一起飞，你两个边路如果还是上场比赛这个边路的话，你不一定上去了啊。上场比赛是因为右边路飞不起来，所以拉菲尼亚能下去。这场比赛呢，右边路他阿什拉夫也在飞，是吧？也困难啊，也困难。下一个，你问要的黄北送3点吃，看了几期一个足球博主的情侣 vlog， 请锐评他的女朋友西瓜妹子穿衣风格优缺点。你不认识？他让我评价你吧，这不很简单嘛。啊，南瓜呢，就是西瓜妹子呢，她的这个穿搭呢还是很有特点的啊。一般情况下，她穿的就是比较这个，就是松垮，她喜欢穿袈裟，知道吧？袈裟就是她穿衣服那种没有腰的，知道吧？必须是这样的啊，没有腰，就从这上面叭一下就睡下来，大袍子，懂吗？大袍子嘛，就是啪一下睡下来啊，就是那个衣服就是没有腰的，要不然就什么呢？要不然就得是那种穿那种铠甲勇士，就是因为你们有没有跟女孩约过会啊？女孩有的女特别喜欢穿那种铠甲勇士的那个外套，那种小外套跟铠甲勇士上面，那肩膀还这样嘟住一块啊，铠甲勇士啊，基本上是这个情况啊，比我穿鸟粑粑毛衣好。下一个，你不让我试那种袈裟，我都不让买了，这是看不。下一个啊，想当财阀数字送锦囊，以你自己和滕哈格的思路分析曼联下窗引言。我自己的思路呢，今年曼联呢肯定是难。曼联很难。如果是我自己的思路的话，我是觉得今年要买一个奥利赛，然后呢，买一个富法纳，世事德容，然后安东尼奥·席尔瓦、托利伯，然后再买一个边后卫啊。如果是我的话啊，然后呢，滕哈格我估计也会这么操作，奥利赛估计是他不一定买，但是可能会考虑内托啊，中锋可能会考虑再买一个老中锋啊，有可能是这个情况啊。手一点8胜3点池，西甲球迷可以主客混坐，英超为什么不行？不知道呀，这个我不太了解，我不太了解课程，我不太了解这个什么球迷，这个叫做球迷文化，我不太了解看台文化，因为我以前都是在场下踢的，偶尔去看球呢，也都是坐这个主席台上边啊，所以说呢，我就不太了解这个文化啊，球队文化。那个今天那个还打电话给我呢，一个中甲球队，也是我们江苏的，让我去他们那看球，说是给我安排一下。我说我最近太忙了
对吧？这是我没怎么不太了解啊。有一讲，哎呀，英格兰流氓多，那可能是这个原因啊。英格兰足球流氓多。下一个啊，尤尔麦桑送给你呢，其拉什福德这状态，曼联引进谁替他更好？姆巴佩。姆巴佩怎么样？你觉得？莱奥、姆巴佩，就无非就这两个人肯定比他好啊，剩下人你不一定比他。罗德里戈是吧？啊，罗德里戈。伊尔迪兹怎么样？有位老铁啊，伊尔迪兹怎么样？伊尔迪兹是吧？有没有位老铁啊？伊尔迪兹也可以啊，维尼修斯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伊尔迪兹怎么样？伊尔迪兹是吧？伊尔迪兹可以啊，你包括小杰萨啊，有没有老铁啊？小杰萨啊，是吧？啊，这些都也还可以。伊尔迪兹其实弄来也可以啊，也可以伊尔迪兹啊。有没有位老铁啊？再安那个还要费是吧？杰萨啊，小杰萨啊，伊尔迪兹没多贵吧？豆豆白送技能啊，其藤子下课谁来代替他？合适认真分析，别口嗨。滕哈格下课，现在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他，所以说我不支持他下课，就是认真分析的。我不支持滕哈格下课，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代替他，谁来都不一定能成功啊！我一直在讲纳格尔斯曼，但是现在纳格尔斯曼要回拜仁了，你敢信吗？拜仁慕尼黑这个管理层真是有的时候让我觉得他这种就是怎么讲啊？这怎么说？那就选择原谅他，是吧？纳格尔斯曼原谅他，就是说纳格尔斯曼要回这个拜仁慕尼黑了，说是拜仁慕尼黑要跟纳格尔斯曼签3到5年，图赫尔下课之后，你这怎么形容呢？你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讲呢，说纳格尔斯曼要去这个，纳格尔斯曼如果去到拜仁慕尼黑的话，你这种年轻主帅就没了，哈巴罗索又不走，对吧？齐达内请不来，那么你现在市场上能找到的比滕哈格更好的克洛普也不会来，是吧？那你现在你比如说图赫尔、弗里克这样的都不一定能成功的，又是德国人，对吧？所以讲呢，现如今你包括孔蒂这种球员教练千万不要请，孔蒂完全不适合曼联，对吧？那么与其如此，不如把滕哈格再留着啊，明年再看，知道吧？今年可能运气层面上确实也有伤病问题，也有客观因素啊，再等1年，我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你要问我的话，我是既然不支持换帅啊，不支持换帅啊。穆里尼奥跟曼联闹得太难看了啊，穆里尼奥算了吧，穆里尼奥，我支持穆里尼奥去别的队伍啊，支持去切尔西，支持去这个切尔西啊，支持去纽卡，去网魔算了吧啊。我想学到从面池，请模仿郭嘉给曹操写的对袁绍10胜10败论，给皇马对曼城写一个一模一样的皇马主语。皇马对曼城啊，皇马1胜底蕴胜，对吧？皇马底蕴丰沛，是吧？这个叫做历史悠长啊，此乃然后曼城是吧？这个叫做刹那芳火，不值一提啊，此乃1胜，是吧？底蕴嘛啊，底蕴1胜，然后皇马对吧？皇马球员这个叫做有老有少，经验丰富啊，年富力强啊。曼城球员对吧？这个没有老登啊，经验不够丰富，阅历不够丰富啊，此乃2胜啊，此乃2胜。然后呢，3胜是吧？啊，皇马对吧？去到客场没有压力，没有包袱。曼联坐镇主场对吧？压力包袱啊比较严重啊，此乃3胜啊，4胜是吧？啊，皇马哦，这个著名对吧？这个评论员王楚奇更看好曼城，皇马此乃4胜。OK 啊，到这儿了啊，停了啊。我想学到此送的3枚电池，其啊这个打过了啊，到这儿行了啊。斯库拉送3枚电池，其北欧4国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组一支队伍能不能冲击欧洲杯、世界杯冠军？挪威、瑞典、丹麦、芬兰没有用啊！你有什么球员呢？丹麦有谁啊？丹麦霍伊伦是丹麦的吗？我没记错的话，对吧？挪威、荷兰德、厄德高啊，鲍勃、伊布是吧？这个没有用啊，冲不了欧洲杯、世界杯冠军啊，冲不了啊，没有用。埃里克森也不行了，达姆斯高啊，哲克莱什不行啊，也是差得远了啊！真正的这个强队，那队员我一给你报名字、报菜名，你都害怕啊，是冲不了啊，冲不了。
首位第8周3不电池。有消息说穆帅要去西汉姆联，怎么看？能不能带好？西汉姆如果炒了莫耶斯找穆里尼奥的话，我觉得这个庙太小。但是西汉姆的打法倒是很适合穆里尼奥啊，打快打防守反击，前边有一个沃德普劳斯扔饼，两个边路快马，中锋来一个鲍恩，是吧？后边蹲坑，倒是挺适合穆里尼奥。但是我是觉得西汉姆呢，这个球队呢庙太小，我觉得穆里尼奥委屈了。但是你要说能带好吗？我肯定看好他敢带好。我认为穆里尼奥还是一个顶级的主帅啊！穆里尼奥别去西汉姆呀，去纽卡，去切尔西啊 ，Chelsea。爱万兆星金4电池，如何评价巴黎打算用西蒙斯交换贝纳多·席尔瓦的留言？换不换？曼城球迷想不想换？博纳多·席尔瓦换西蒙斯，西蒙斯很好，但是西蒙斯好像在曼城没位置。西蒙斯跟鲍勃位置挤压啊，他是打左边前卫的，啊，博纳多·席尔瓦能踢右边，能踢后腰，对吧？如果说你从这个未来来看的话，好像是可以换，但是呢，你要是看集战力的话是换不了的。曼城这个，你要看球队的定位啊，曼城这个球队定位呢，应该是抓现在，抓集战力，对吧？他要冠军嘛，那么他肯定换不了啊。我估计是曼城应该不同意，他要冠军啊，抓集战力啊。下一个，这叫做你微笑样的好美自动买电池。看了几期一个美女博主的情侣 vlog， 请南瓜姑娘评价一下她的足球男友洪博幻想的穿衣风格及优缺点。我的穿衣风格优缺点啊，穿衣风格就是必备增高鞋。别胡扯，我怎么用2双有跟儿的鞋，还是那种菲乐那种。然后就只换的就只穿那2双了。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很随意，没有风格可言。就是属于百变、万搭，是吧？就是。因为我穿衣没有什么固定的，因为我本身身材还可以。他没有他自己的风格。对，我本身风格还可以，就身材还可以。参加啥你都不用。我本身身材还可以啊，所以说我穿什么都一样啊，身材穿什么都一样啊，本身我的风格就没毛病啊，所以说我穿什么都一样。至于他穿增高鞋，这纯是尬黑啊。我的身高需要穿增高鞋。旺仔在不在啊？旺仔评论一下。下一个，这个火箭总送你呢，火箭猪送你呢啊。其理性分析一下，巴黎打巴萨，姆总可能爆种拿下。姆巴佩爆种的前提是登贝莱得干点活。登贝莱确实其181啊，登贝莱如果不干活，真服了这个啊，登贝莱如果不干活，什么叫增高鞋？我那鞋那老师老爹鞋，你没穿过吗？应该说你没穿过老爹鞋啊，没穿过那个 MLB 和那个菲乐那种老爹鞋吗？我那种鞋我觉得穿的好看呀，对吧？显得我这个整个人非常挺拔，那为了增高嘛，增那2-3厘米有屁用啊？巴黎打巴萨呢，首先呢要看登贝莱干点活啊，登贝莱是吧？啊，登贝莱干点活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啊。登贝莱他呢能帮姆巴佩撕点的空间，分散点火力，让姆巴佩更多的1对1啊。登贝莱要干点活，姆巴佩才有可能爆种啊。不是登贝莱就是穆阿尼、维利尼亚啊干点活啊。我没踢过领导球啊，我踢球一般都我是领导啊，踢个屁！如何看巴黎不用时刻一直有马基这个抽象货？吉赫好像是有伤，马尔基尼奥斯先不谈，你一天把那个贝拉尔多拿下来。今天巴黎要上贝拉尔多，我直接就原地立刻支持巴萨，我就支持巴萨把巴黎暴打，好吧？啊，今天这个贝拉尔多一上场，好吧，我们就支持巴萨啊 ，Come on 巴塞罗那啊，巴黎赶紧去死，就这样，我就这种感觉啊。你马基先不谈，马基是关键是个犯病啊，那个贝拉尔多就是菜呀。乌头牛总送你呢，其锐评一下药厂夺冠是不是在伤害德甲？药厂夺冠怎么可能在伤害德甲呢？我觉得呢，拜仁一直夺冠也不是伤害德甲，勒沃库森一直夺冠也不是在伤害德甲。德甲这个联赛现如今有人能够给拜仁冲击一下，造成他的这种危机感是好事儿，但是呢，跟联赛什么关系啊？啊，就是多特蒙德夺冠了，拜仁没夺冠，这个联赛就欣欣向荣了，就从今天开始就一路大马平汤了，
是吧？这个叫做拜仁夺冠啊，要勒沃库森没夺冠，一直都是拜仁夺冠，那就这个联赛就完了，一潭死水。你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就算是勒沃库森夺冠了，也改变不了拜仁未来还是一家独大的这个前景。因为勒沃库森留他们1年，留他们2年，不会留3年，不会留4年，而且就算他能留2年，他也不会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新鲜血液，那么拜仁早晚会赢回来。所以讲，这是这个球队体量的问题，而且你补时加机的问题啊，跟这个德甲伤不伤害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会刺激更多人竞争啊。下一个，你像那边多特蒙德，对吧？你包括这个斯图加特也看到啊，说不定我也有可能能拿冠军，对我也有可能争夺英超这个叫做德甲冠军，对吧？你这么一想嘛，现在想想好像也不是这么坏事儿啊。熊风送你呢，其明晚曼城赢了皇马，是不是就基本夺冠了？拜仁这么好踢吗？阿森纳这么好踢吗？曼城这个赛季还没赢过阿森纳吧？应该还没赢过，是吧？你也没赢过拜仁，你跟拜仁也没这么好踢啊。你要知道，拜仁和阿森纳都不好打啊，决赛也不好打，是吧？啊，不至于就夺冠了啊，不至于啊，不至于。巴西总送你呢，尤文下窗有3个亿的资金，怎么引援？尤文有3个亿资金吗？真假的？这么有钱？这里加的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尤文有3个亿吗？啊，不是最近财政不是这个财政危机很严重吗？比如老板给了3个亿啊，你续约都谈不下来啊，你哪来3个亿呢？如果有3个亿的话，那你引援这个可做的这个方法就太多了，对吧？那你可以，我觉得你就可以拿下卢卡库，卢卡库可以拿的。卢卡库其实打意甲是完全没毛病的，你要想拿意甲冠军的话，卢卡库是一个可以买的球员，还便宜，现在还能工资还能往下压。卢卡库，你中场要补的呀，中场现在的话，意甲的话，你从意甲这边淘，其实我觉得，你像德凯塔雷这样的球员，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啊。你可以从意甲淘，泽林斯基又去了那边了，又去了国际米兰了。意甲现在其实中场呢，你倒没有什么特别好淘的球员，可以看看沙特那边能不能回流。沙特能不能回流？像米林科维奇啊这样的球员能不能回流？那么除了沙特这边呢，你像英超的球员，你暂时估计是难买啊。意甲如果说你真的，你比如说看能不能考虑苏文迪，苏文迪其实是个好球员，现在标价6000万左右，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去意大利踢球啊。然后后场的话，其实尤文不需要引援，只要留住人就行了。你有3个亿嘛，你不随便花花啊。边锋的话，你有杰萨，有杰萨，有那个伊尔迪斯，你不需要买人了，就买中场，买一中锋，买一中场，你这个球队基本上立得住。如果说他再有钱，买2边后卫啊，齐活啊，3个亿怎么我就感觉比较难嘛？尤文哪有3个亿啊？斯坦福桥送这锦囊啊，其 Big6从历史中任选一人加入，做个排名。那我肯定曼联选 C 罗无敌了，对吧？无敌了呀！啊，曼联选 C 罗，曼城的话就是阿圭罗呗。现在的话，阿圭罗、德布劳内呗，是吧？曼联选 C 罗，曼城就阿圭罗或德布劳内，阿圭罗吧，德布劳内还没退役嘛，阿圭罗。然后这个切尔西就坎特，或者说德罗巴，对吧？切尔西。然后这个阿德尔也可以吧。然后热刺凯恩是吧？然后这个利物浦这个历史也很辉煌，杰拉德，对吧？然后还有谁啊？还有个队，或者我应该少一个队，阿森纳，博坎普，是吧？啊，他说的是历史中选一个。哈兰德嘛，你肯定是现役，你现在才多大？哈兰德啊，然后硬要选亨利，对，阿森纳选亨利。那么你要这么来看的话，做一排名，那肯定 C 罗第一啊，还用讲吗 ？C 罗第一，然后后边呢，你看什么杰拉德，然后亨利，是吧？啊，杰拉德、亨利，感谢鲤鱼送的春日一象，感谢于总啊，好久不见于总啊，感谢于总。然后这个小法，我要选阿森纳名宿，我选小法，阿森纳球迷得给我拼命啊，选不了的。然后后边就这么排呗，那这么简单嘛。啊，切尔西兰帕德，兰帕德跟杰拉德谁强谁弱，这个还不好说。杰拉德的感觉攻击属性更强一些啊，兰帕德呢感觉更工兵属性更强一些，两人不好说。但是地位上呢，这就更不好评了。反正 C 罗第一啊。下一个啊。露露为什么爱吃草？
凑300点池。滕胜为什么不用3根手指指出自己的3个荷甲冠军比其他教练都多来逆转发布会？你觉得呢？为什么？滕胜为什么不用3根手指指出自己的3个荷甲冠军比其他教练多来逆转发布会？他可能可能是没有想到，你要打电话给他讲一声，下次可能就会用了。可能是没有想到啊，估计他没想到还有这招啊，这可能是你给他讲，说不定下次就用了，采纳你的建议，你给他发个信息啊什么的啊，给他发个信息什么的啊，说不定采用的，可能是他笨，没想到啊，没想到。自大罗麦酒送300点池，其能哼斗一下小熊和贝林吗？马上打曼城了，我也想看他们大四喜。维尼修斯是吧？脾气太大啊，贝林厄姆脾气太大啊，两个人脾气太大，好吧？希望他们打曼城的时候有个好的发挥吧。啊，我更期待哈兰德做出回应。啊，贝林厄姆呢，其实作为中场，对吧？他在场上能做的更多。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球呢，下场比赛你要引申的就很难引，才能看到的人。我更希望是上一场比赛发挥极差的哈兰德，在这一场比赛中能做出回应，做出回应，加油吧，哈兰德！丁凯文天0地0再看皇马4比0啊，皇马今天是人家曼城这个巴黎主场。下一个 T1TU3，如果利物浦欧联逆转了进决赛打药厂能赢吗？我是觉得利物浦能赢的，我个人感觉。我感觉利物浦单回合制在如今这个就是如果说利物浦要踢场决赛，踢场杯赛决赛，我觉得啊，除了他跟皇马踢摸不准脉，哪怕是踢曼城，我也觉得利物浦多个0.5分，因为这个球队踢单回合制真的很牛逼啊！利物浦他踢单回合制的比赛，单回合制的杯赛，他拉满节奏是吧？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如果能逆转亚特兰大，他如果就是维持到欧联杯决赛，勒沃库森难打他。有一说一啊，个人认为。好了，兄弟们，今天到这儿了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欧冠2点50不见不散，好吗？巴黎跟巴萨的球迷晚上见啊！今天到这儿了啊，然后明天8点半，明天凌晨2点50解说巴黎巴萨，后天8点半啊！拜拜，兄弟们。